我的酸奶呢？辣条呢？不对啊，我零食呢？偷喝还给我留一口，这贼还挺有礼貌。谁的东西？脏死了！别扔！谁？出来！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了。我出不来。你还真在里面？我不在你那边，我的空间好像连到你的空间了。你偷我东西还给我编这么离谱？抱歉，我断粮断水4天，只能拿你的东西救命。救命？你拿我辣条救命啊？你认真的？断粮断水4天，本来以为这次撑不过去了。幸好你那边还有吃的。你那边真有怪物？感染体，你们那边应该叫丧尸。你别吓我啊！我没必要骗你。你这里一瓶没开封的水，在我这边比金子值钱。比什么值钱？金子。你那边有金子？有，没人捡，换不到吃的，也换不到干净水。所以你的意思是我给你吃的喝的，你给我金子？可以。空口无凭，你先证明一下。真金的？刚才顺手找到的，不多。你要是能给我食物和水，我还能找。你需要什么？水，干净的水，还有基础急救包，消炎、退烧、止血的都行。行，只要你有金饰或者值钱的东西，都可以跟我换食物。成交。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弄水。有没有水？矿泉水、纯净水、奶茶、饮料，你想喝哪个？水就可以。行，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弄。这都几点了，还不出来帮忙干活？家里的牛你不去喂，又在那儿鼓捣什么？女孩子家家回村种地，别人会怎么笑话咱家？等我换点钱，让爸妈不用再被奶奶和大伯家压着，我看谁还笑话。家里就这些，先凑合用吧。苏队，我快不行了，如果我死了，帮我照顾我儿子。胡说什么？我既然找到了你，就不会让你死。这么干净的热水，现在喝太奢侈了，留给基地生病的孩子吧。快，喝点水。好甜。苏队，你从哪里找来的饮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总之以后我们会有干净的水和食物。真的，真的。苏队，这颗晶核你不留着吸收？他那边的空间太小，得先帮他升级。他就是给你水的人？又来东西了。这什么？夜明珠？好重的腥臭味！这是末世感染体的能量残留，叫感染晶核。净化后可以扩充你的空间，不过不能随便碰。感染体的能量残留，你让我碰怪物身上的东西，我不用了，你还是给我找点金饰吧。咱们现在的空间太小，传不了大件物资。你用空间吸收了晶核，空间就能升级变大，空间变大了，我才能给你找更多金饰和值钱的东西。但只要空间变大，就能换更多钱。爸妈以后就不用受气了，拼了！洗干净，洗干净就不恶心了。直接碰还是太恶心了，我试试用空间吸收。好奇怪的感觉，一点也不饿了，反而觉得浑身都是劲儿。我的黑眼圈没了，不仅看东西清楚了，怎么感觉连身体都变轻盈了？这感染晶核的能量居然还有这种功效。不过正事要紧，这吸收完了，不知道空间变大了没有？喂，骗子，空间根本就没有变大呀！那肯定是能量不够。一颗最低级的晶核只能暂时强化你的身体素质，吸收晶核是需要间隔冷却的。你现在应该觉得头晕发热了吧？那我岂不是白恶心了一场？晶核我会继续替你收集，只要能量足够，经过净化后，空间一定会升级。虽然空间没变大，但我确实感觉体力变好了，这波投资不亏。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弄点吃的，不能白拿你的东西。爸妈家自己养的猪肉包子可香了，剩下的米面油不能随便动，不然爸妈下地回来还以为家里进贼了。2个包子应该够他先垫垫肚子了。苏队，你让我找值钱的东西，这都末世了，钱能当饭吃吗？别废话，找就是了。
以前我踩到金链子都嫌得脚，这家连个发霉的罐头都没有，找金子有什么用？诺，普通的结婚3金，这家也太穷了，就这点东西。过来看这是什么？这，我出现幻觉了。刚才用金盒换的，肉质很足。从哪儿换的？我也要换，用金子是吧？我把这栋楼都拆了找金子。给你的。大肉包，多久没见过正常的食物了？队长，我得留着。基地里我儿子还在吃发霉的饼干，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吃。吃吧，以后会有食物的。只要找到金饰，普通的食物和干净的水都能换到。真的？真的。我们现在就把这盒金饰交易过去。金镯子、金项链、金戒指，这些东西虽然来历不明，但我可以用亲戚旧首饰处理的借口，先少量正规变现。只要走正规的回收流程，换点急用钱，爸妈以后就不用再看大伯家的脸色了。这不仅是商机，也是责任啊！看老夏家那丫头，供到大学毕业，还不是灰溜溜回村种地了？别人会怎么笑话咱家？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嫁人。等我把这批金饰换点钱，让爸妈不用再被奶奶和大伯家压着，看谁还笑话。小姑娘，你这金饰样式挺复古啊，怎么舍得卖？有没有身份证和来源说明？家里亲戚的旧首饰处理，急用钱周转，大城市高价买的，绝对纯金。行，今天金价5.99，回收价本来是4.99，看你这成色好，给你按550一克算，一共55克，成交。到账30250元，这东西来源不好解释，以后不能长期这样随便卖，得走工艺品检测和正规回收流程才行。不过有了这笔启动资金，先买点急救物资给苏玉送过去。饮用水、压缩饼干、罐头、消毒湿巾，还有基础急救包，这些足够他们在末世撑一阵子了。剩下的钱给爸妈换新手机。这个空间不只是商机，也意味着责任，我得小心点儿。饮用水、压缩饼干，还有急救包，苏队有救了！基地里的孩子有救了，这都是神仙显灵啊！不是神仙，是我们的金主。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去搜寻更多的金饰和旧物资。晴晴，你咋买这么多东西？这得花多少钱啊？你这孩子刚回家乱花什么钱？爸妈，这是给你们买的手机，大伯家的需求让他们自己承担，你们别不舍得用。哎呦，这多贵啊！我用的老年机挺好的，以后你们就用这个跟我视频。夏晴，救命！感染尸潮靠近了，急需能堵门的东西。什么？哎呦，晴晴，你咋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中暑了？快进屋歇着。爸妈，我突然肚子好痛，可能吃坏东西了，我去上个厕所。慢点跑，我给你冲杯红糖水。门要破了，夏晴，有没有能顶住门的东西？长一点的工具也行。我这哪有现成的长工具啊？扫把行不行？太脆弱了，感染体数量太多，我们需要能拉开距离或者能强光干扰他们的东西。强光干扰，有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顶住再说。苏队，拼了！我掩护你，你冲出去！赢！站住！把门卡死！退后！赶紧从侧窗撤离。还好赶上了，这交易真刺激，心脏都快受不了了。好啊，我说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原来是发横财了。妈，这都是晴晴自接单子赚的钱。你妈大字不识几个，用这么好的手机纯属浪费。正好你堂弟今年上高中，这手机拿去给他查资料用。拿出来。怎么跟长辈说话的？爱护你堂弟是应该的。我爸妈的手机是我用自己赚的钱买的，大伯家的需求让他们自己承担。我花钱买的东西，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反了，你个不孝的女娃子！奶奶，手机是给我爸妈用的，你要是再不讲理，我就跟全村人说堂弟逃课打游戏的事儿，看大伯怎么管他。你给我等着！以前没底气任你们欺负，现在我自己能挣钱了，还想占我们家便宜，没门！夏晴，我们从侧窗安全撤离了，你的那些工具帮了大忙。人没事就好。这次有什么好东西吗？这次撤得急，没找到金饰，顺手拿了些别的东西，不知道你们那个世界有没有用。这材质，这做工看起来很特别啊！这特殊的工艺和材质，就算是找人鉴定，也能卖个好价钱。这书里的脑洞和设定真不错，我可以把它当成灵感，自己写一本叫《废土晴天》的原创末世幻想小说，发到网文平台上。项链拿去做工艺品检测，小说自己写，这样赚钱才踏实。哎呀，这屏幕就是大，看视频一点都不卡。老夏，
你这手机不便宜吧？你闺女刚毕业，别是网贷买的，到时候催债的可是要上门的。老孙，你胡说什么？我闺女在网上接单子，凭自己本事赚的钱，哪像你儿子，过年就给你买个杂牌机，卡的连微信都打不开吧？你少得意！哼，我闺女乐意给我花钱，你管得着吗？苏队，这烤鸡太香了，我好久没吃过正常的肉了。慢点吃，没人抢。苏队，那位金主还要什么？只要能给我儿子换点急需的物资，我这条命卖给他都行。他需要特殊材料和有价值的旧时代物品。明天天一亮，我们继续清理街区，只要能找到他需要的东西，基地里的人就不会再挨饿。今晚多清理几只感染体，晶核都留着给他扩充空间。果然，这工艺很特殊，等拿到正式的检测报告，就可以找正规拍卖行或者珠宝合作了。第一章，末世降临。有了这些真实的末世素材做灵感，这小说肯定有看头。喂，哎呀，晴晴，听说你大学毕业回村里种地啦？有事说事。我这周末在市里的酒店办婚礼，你来给我当伴娘吧，顺便也让你见见世面，别总在村里待着发霉了。好啊，我一定准时到，顺便看看你们婚礼上需不需要新鲜的农副产产，想踩着我找优越感。正好二大娘家的红薯滞销，借着这个机会，我得把这些滞销的农产品推销出去，建立第一批现实货源。5星级酒店大钻戒王思思，既然你上赶着找茬，那我就去会会你。不过去之前，得先把从苏毅那儿换来的晶核吸收了。呼，这次的能量比上次强，还好中间隔了几天，不然身体真受不了。我的近视居然好了，这晶核净化后的能量不仅能增强体力，连视力都能恢复，浑身充满了力量。虽然吸收完有点头晕发热，但值得。太好了，空间终于扩容了几平米，现在能装更多物资了。趁着这股子劲儿，去帮老爸干点农活。晴晴，你这在大城市待得好好的，怎么真回来种地了？大爷，我辞职了，打算回来帮我爸妈干活。你也不怕大爷笑话你？你个大学生，细皮嫩肉的，哪吃得了种地的苦？大爷，我小时候也经常帮家里下地的。那叫啥干活？打药桶加上水好几十斤，大热天的蚊虫又多，你这女娃子背都背不动。我现在的体力，别说几十斤，背着跑都不成问题。大爷，您就瞧好吧。晴晴，你跑地里来干啥？快回去，这不用你帮忙。爸，我都说了回来帮您种地，顺便来看看咱们家的菜。看啥呀？现在蔬菜都是白菜价，辛辛苦苦种出来也卖不上钱。爸，您放心，我刚在网上接了个大单子，定金都收了，咱们家的菜我全包了。你能卖出去，真收定金了？当然，我们的西红柿长得不错，过几天成熟了全给我。爸，您歇会儿，我来打药。别，这桶几十斤重，你背不动。这就背起来了，这速度比我年轻时候还快啊！爸，我给您转了5000块钱。5000？这西红柿才几毛钱一滴，哪用得了这么多？您收着，这批西红柿收完，咱们家地里全部改种白菜。白菜？现在种白菜根本卖不上价啊，得11月份种才行。我那大客户点名要大批量的白菜，咱们这叫订单农业，听我的，保证不亏本。微信到账5000元。5000？行，听闺女的，我这就去镇上买白菜种子。苏毅那边极度缺粮，白菜耐储存，产量大，更好能满足基地的需求。夏晴，首饰你拿走了，我们需要基础的急救物资，基地里的孩子发高烧了，快撑不住了。老板，退热贴、体温计、不页岩、一次性口罩、消毒用品，还有基础急救包，全给我装上。再去隔壁超市帮我拿几箱儿童营养粉和干净水。苏玉，急救包、退热贴和儿童营养粉都送过去了，快去救人！苏哥、耀哥，你们可算回来了！基地里好多小孩发高烧，我弟弟也烧得神志不清了，再没有退烧物资，他们就撑不住了。豆豆呢？我儿子豆豆怎么样了？嫂子抱着豆豆在窝棚里，豆豆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别慌，物资来了，拿去给孩子们分了。记住，药不能乱用，先给医生看说明，重症先隔离。退烧贴、急救包，有救了，孩子们有救了。天蕊，没吃的了，豆豆快撑不住了。苏队，用矿泉水冲营养粉，少喂点，
别撑着孩子。营养粉，干净的水，喝了，豆豆喝了。苏队，夏琪同志还需要什么？我这条命卖给他都行。他需要有价值的物品，首饰、旧时代资料。把这面煮了，给田蕊补补身体。食物和急救物资能救命，但也会引发混乱。基地必须尽快建立分粮则，否则有再多食物也会乱。苏玉这行动力可以啊，急救物资换金饰，这买卖不亏。得赶紧找时间去正规检测。这条项链工艺最特别，刚好配我新买的礼服。王思思，你不是想在5星级酒店嘲笑我回村种地吗？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靠自己的本事赚钱。这次去，顺便把村民滞销的农产品推销出去，建立第一批限时货源。老同学，我来给你送大礼了。夏晴，她不是在村里种地吗？怎么穿得起这么好的衣服？思思，新婚快乐！哎呦，这不是咱们村的高材生吗？听说你辞职回村种地了，大城市的饭不好吃，还是回来啃老舒服吧？种地能有啥出息？我家那几亩地的红薯现在滞销没人收，都要愁死人了。就是啊，女人还是得找个好老公最实在。晴晴，你这礼服是租的吧？一天得不少钱呢。租的，二大娘，你家的红薯还有贾大爷家的土豆，我全定了，按统一标准价收，绝不压价。啥？晴晴，你别拿大娘开玩笑。不信，我现在就把预付款转过去，咱们签合同，走正规流程。微信到账2000元。真给了？晴晴，你这是干大生意了啊！装什么大款？拿着父母的钱在这充胖子。你脖子上那块破玻璃也是地摊上买来充神面的吧？这位小姐，能让我看看你的项链吗？这特殊的切割工艺，这条项链工艺特别。夏小姐，你愿意私下拿去做个检测，转让给我吗？李总，您看错了吧？她一个村姑能带什么好东西？我做珠宝几10年，绝不会看错。夏小姐，只要检测没问题，价格好商量。这怎么可能？抱歉，李总，这件饰品目前我不打算出售。这才是我来这里的真正目的，解决村里的滞销农产品，建立稳定的供应链。凭什么你没有吃的？给我们分点！退后！食物有限，谁敢引发混乱，直接驱逐出营地。我们快饿死了！你这是逼我们死！夏晴，只靠泡面和这零食根本不够，营地快压不住了。我必须建立分粮规则，否则有再多食物也会乱。苏队，他们饿坏了，人太多，咱们怕是顶不住。肉是新鲜的肉，还有地瓜。都安静！只要大家守规矩，每个人都能吃上饭。但从今天起，这里必须有秩序，食物统一登记，老弱病残优先分配。搜教队按任务分配口粮，不服从规定的立刻离开。听苏队的，我们守规矩。李奥，组织人手把红薯和肉登记分发下去，先给孩子和伤员熬肉汤。明天一早，带队跟我出去搜寻有价值的物资。这地方虽然偏了点，但200多平，1个月800，你租来当仓库绝对划算。半年租金已经转给您了，合作愉快。仓库搞定，接下来就成立个农货小站，采购耐储存的农产品。太棒了，有启动资金了！苏玉，你可千万得撑住，咱们这可是双赢的买卖。苏队，这次搜集了不少旧时代的金属材料和首饰，夏晴那边应该会满意。闪开！高阶装甲型感染体，普通的冷兵器根本破不了他的防，麻烦大了。要退后！苏队，我跟你拼了！夏晴，高阶装甲型感染体，普通的武器挡不住，我们需要重物封堵通道。重物封堵通道，得找又重又结实的东西。苏雨，把他引到废弃的电梯井或者狭窄通道，准备接重物。这是什么防御工事？神仙显灵了！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出手了。高阶晶核残片，
能量绝对够空间再升一级了。苏总，你没死吧？我这批建材可是花了大价钱的。死不了，这颗高阶晶核残块给你，空间应该能扩张不少。高阶的，太好了！你旁边如果还有刚才的金店，帮我找点有价值的东西。里奥干活，把这片区域仔细搜寻一遍，金属试制或者旧时代资料全都带走。得嘞，今天咱们就是末世最强搜救队。他收购别人家的红薯给4毛钱一斤，凭什么不收他亲大伯家的？也必须给我拿500块定金。妈，晴晴那是跟别人签了正规合同的，都是按标准收，哪能随便插队加价？妈，您别喊了，我给这500块，我给还不行吗？就当是帮大哥了。爸，这钱你不能给，咱们做生意得讲规矩，这是村里的统一订单合同。大伯家的红薯只要符合标准，我可以按统一价格收，但绝不能插队加价。反了你了！我是你亲奶奶，你大伯是你亲大伯，你现在赚了钱，连长辈都不认了。奶奶，这不是认不认长辈的问题，做生意讲究诚信和规矩，村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要是开了这个口子，我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你个没教养的丫头片子，我今天非撕了你这破纸！奶奶，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大伯家的红薯想卖就必须按统一标准来，以后也少来我家闹事。爸妈有我养，大伯家的事让他们自己承担。苏队长，求求你救救我孙子，这是我祖传的玉镯，都给你。老人家，快起来！发生什么事了？苏队，基地里爆发了严重的急性肠胃问题，水可能被污染了，已经有10几个人上吐下泻发高烧，必须马上隔离水源，所有人只能喝烧开的水。玉镯我暂时替您保管，当做交换物资的凭证。要喝干净的水，我想办法。夏晴，基地爆发肠胃病情，急需补液盐、干净的饮用水和基础的消毒防疫用品。医生说必须立刻控制。苏玉，基础的退绕贴和补液盐我都传过去了，这些防疫物资你们先用着，配合隔离措施。收到了，基地的急性肠胃问题基本稳定下来了。接下来，我和李耀准备进入废弃富人区的地下金库探探路。地下情况不明，不要为了金子冒险。放心，金子只是交易物，真正重要的是换取基地的生存物资。你先活着，金子以后再说。明白。老孙家300斤白菜，100斤土豆，数量对上了。老夏呀，你这记账的手法越来越熟练了。晴晴这丫头真是干实事儿，带着咱们全村一起找销路。孙叔，大家种的菜质量好，我这边有正规的供应链渠道，按合同办事，大家都能踏实赚钱。晴晴说的对，以后咱们村的菜统一定价，统一标准。苏队，这就是前辈的那个进金库。准备战斗。夏姐您好，我是制作方的制片人，您的原创末世小说《废土晴天》数据非常好，我们想买下首轮影视改编权，意向金出100万，后续根据开发进度分阶段签约，您看怎么样？100万的意向金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不卖断全部版权，必须保留原著署名权和剧本的审核权。没问题，这是对作品负责，我们同意保留您的署名和审核权，稍后马上发电子合同给您，定金今天就能打过去。救援的启动资金终于充足了。夏晴，出状况了！我们找到的紫晶散发的能量引来了一群感染体，你们被包围了，需要什么支援？感染体正在靠近，我们不能硬拼，我们需要建立临时防御阵地，尽快转移队伍里的伤员，急需强光灯干扰他们，还要沙袋封堵通道，以及防护面罩和折叠担架。收到，我马上大批量采购折叠担架、强光灯、沙袋和防护面罩，再给你们备一批净水和压缩食品，找好掩体，等我。空间传送，李耀，立刻架设大功率强光灯，对准感染体靠近的通道。其他人搬沙袋坚固防线，给伤员戴上面罩，用折叠担架准备撤离。晴晴，咱们这晴天农货小站越来越正规了，手续齐全，干着踏实。爸，以后咱们就按规矩来，不管哪家亲戚来求情，咱们只做合法合规的生意，不违法购买违禁品，也不搞特殊化。这紫晶的能量竟然能和空间裂缝产生共鸣，难道它就是维持或者扩大空间通道的关键？晴晴，咱们这就是帮村里收红薯和白菜，有必要专门跑来县城注册个小公司吗？爸，咱们要把生意做大，正规化是第一步。我不仅注册了小公司，还专门去给租的仓库做了备案登记。这倒是，按规矩办事，心里踏实。以后咱们的账目必须一清二楚。现在的现实收益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农产品的流转和中转赚差价；2是我那网文小说的正规授权费；3是之前那些特殊工艺饰品通过赵老介绍的合法检测和拍卖进账。有了这些合法的资金来源，咱们干什么都理直气壮。夏总，您核对一下，这批货都在这儿了。不过您这既然是农产品公司，怎么一次性进这么多速食和压缩干粮啊？我们做农产品中转的，同时也会搭售一些下乡的应急食品包，做电商助农的配套。您放心，我们做生意严守底线，这采购合同1式2份，必须留存归档，而且我们只买合法的日用和食品，绝对不碰任何违法的管制物资。夏总办事规矩，我放心，以后有需要随时联系。那必须的。
苏队，有了夏小姐送来的这批足量物资，兄弟们终于能吃顿饱饭了。这批物资足够我们支撑一段时间，大家的情绪和体力都稳定下来了，这才是我们在末世活下去的本钱。既然我们的后勤有了保障，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四处流浪。从今天起，我们开始在这里规划固定营地。里奥，吃完饭带人去排查周边的建筑结构，把防御盲区标出来。收到。小夏呀，你这生意做得挺奇特呀。王老板，我这几天看你这仓库进进出出的大卡车确实不少，可我光看着一箱箱的食品拉进来，却基本没见有几辆车往外拉货。你这物资的吨土量只进不出，可不像一般的电商助农啊。哎呀，王老板，线上销售渠道还没完全铺开呢，我这不是趁着厂家搞活动便宜，先多囤点货在仓库里吗？行吧，只要别堆放违禁品就行，你自己心里有数。必须得想个办法完善账目和出货的物流掩护了，否则这空间的秘密迟早要暴露。苏庸，现实这边的物资接收可能会受到些限制，我正在想办法解决，你们那边怎么样？放心，用你之前送来的那些净水和压缩食品，我们刚在废墟里救下了一批被困的老人和孩子，大家的情绪都稳住了。阿姨，这些好吃的真的是那个看不见的晴天妈妈送给我们的吗？是啊，那是夏晴阿姨，她一直在帮我们。太好了，谢谢晴天包裹！晴天包裹！晴天包裹！夏晴，孩子们给你送来的东西起了个名字，叫晴天包裹。只要能帮到他们就好，记住，不要让他们觉得这是神赐，这只是我们在尽力让人类延续下去。晴晴，今天收上来的菜，我已经按你教的方法全登记入库了，账目清清楚楚。爸，您办事我最放心了，以后这农产品生意的后方就全靠您和我妈。晴晴，你这生意摊子铺得这么大，还弄了个什么供应链，自己一个人忙得过来吗？妈，您放心吧，我这做的是正规的农产品生意，现在都有专业的团队在帮我打理，渠道也很稳定，没问题的。苏队，看这标识，这应该是以前富人区的私家地下金库，门锁已经被破坏了，里面有动静。这声音感觉不好惹，有高阶感染体在里面守着，准备战斗。晴晴啊，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按收购价全包了，这些菜烂在地里都没人要。李叔，您别客气，咱们签了正规合同的，这叫合作共赢，以后只要菜好我全收，咱们一起把这供应链做起来。老李家白菜500斤，土豆300斤，对上了。晴晴这批的订单统计单我都理清楚了。爸，您这账记得真清楚，比我用电脑算的还利索呢。以前总觉得你干这些是大老板的事儿，我帮不上忙，现在第一次帮你管着一车车的菜，心里踏实多了。爸，咱们这晴天农货小站以后还得靠您把关呢，您可是我们家的核心组干啊。行，只要你不嫌你爸手脚慢，这收菜点数的活儿我全包了。苏队，听说这种富人金库里有不少特殊材料和贵金属，如果能弄到手，咱们基地的建设资金就不用愁了。先摸清情况，安全第一。苏玉，你们去探查可以，但千万不要为了金子冒险，里面的情况不明，我不希望你们出事。放心，金子只是交易物，真正重要的是基地的生存物资，我们不会为了几块金属搭上性命。是的，你们要先保证好好活着，金子以后再说，安全最重要。明白。苏队，这家伙外壳太硬了，恐怕不好对付。是高阶装甲型感染体，别硬拼，退后，准备用建筑支架和千斤顶寻找机会封锁它的移动通道。里奥，散开！这怪物外壳太硬，常规武器没用，不要硬拼。夏晴，遇到高阶装甲型感染兔，它堵住了通道，我们需要重型牵引设备把它引开困住。收到，我马上给你传送成套的钢架、工程绳索、大型牵引器和强光探照灯，你们利用地形把它困住。里奥，拿强光探照灯晃他的眼睛，其他人配合我，用钢架和工程绳在废弃电梯井布置陷阱，把他往这边引。放钢架，封住入口。苏队，这招绝了，兵不血刃就把它解决了。这不是普通的晶核，是旧时代设备的核心残块，带回去给夏晴做研究。走进金库。找到了，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夏晴，金库拿下了，除了金条和首饰，还有几个旧时代。夏晴，金库拿下了，除了金条和首饰，还有几个旧时代研究硬盘。太好了，先把东西传送过来，我来分类处理。黄金数量太大，只能拿出一小部分走正规回收渠道，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特殊材料和饰品正好送去给赵老做正规检测。至于这些硬盘，暂时不能公开，必须先做好最高级别的备份和内部研究。那些看起来像古董文物的东西绝对不能碰，现实的法律风险太高，全部封存。你这材料的工艺简直闻所未闻，这要是拿出去，绝对能引起轰动。赵老，所以我才来请教您，我想给这些东西做最权威的正规检测。夏小姐，东西是好东西，但我得提醒你，不管这些东西价值多高，你必须保证它们有完全合法合规的来源证明，
否则一旦流入市场，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您放心，赵老，我做生意合法合规是第一位的。苏总，金库里的东西我都收到了，但这些东西绝不能直接全部拿去卖，现实世界的风险太高，我们必须严格分类处理。你打算怎么安排？现实的规矩你比我清楚，按你的计划来。第一，这几件古董文物我们绝对不碰，来源说不清，现实法律风险太大，直接原地封存。第二，黄金我指不清，现实法律风险太大，直接原地封存。第二，黄金我只会每次拿极少量，去正规的金店或者银行做回收。第三，这些硬盘是最高机密，暂不公开。我会找绝对安全的技术团队先做备份研究。至于这几件材质特殊的首饰，我准备直接送去权威机构做检测。好，基地现在的日常消耗很大，我们稳扎稳打，绝不能因小失大。你做事有分寸，我放心。夏小姐，你这件首饰的金属锻造工艺非常罕见，不像是市面上常见的流水线产品，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啊。赵老，您是这行的泰斗，所以我第一时间拿来请您长长眼。我想走正规流程，给他做个全面的材料检测。东西确实是难得的好东西，但我得善意的提醒你一句，现在行业查得很严，越是贵重稀罕的物品，越必须要有合法合规的来源证明。如果没有清晰的合法来源，千万不要随便让它流入市场，否则会给你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您放心，赵老，我做生意合法合规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会成立正规的工艺品公司，完善所有的手续和检测报告。夏总，您拿来的这几个旧硬盘，物理损坏虽然非常严重，但经过这几天的抢修，我们成功备份并恢复了一部分底层数据。干得漂亮！里面有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核心信息？大部分数据变成了乱码，但有一份核心日志被我们破解了表层。您看这几个被反复标记的高频词汇，旧时代实验室，还有这个感染源样本分析。旧时代实验室感染源，苏玉，你在听吗？我在。出什么事了？金库里的硬盘数据恢复了一点，里面不仅提到了一个叫旧时代实验室的绝密机构，而且明确出现了感染源的字样，这很可能和末世病毒爆发的最初真相有关。把坐标和数据想办法发给我。看来我们有必要去会会这个旧时代实验室了。苏毅，物资我都备齐了，除了基础的防疫用品和吃的，我还给你传了白板和笔过去。白板？对，基地现在人越来越多，单纯的救济只能救一时，咱们得立规矩、建制度了，让每个人都动起来，基地才能真正运转。你说的对，这正是我准备做的，准备接收物资。晴姐这后勤支援绝了，连咱们开会用的白板都给备齐了。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宣布基地的新规矩。从今天起，基地不养闲人，也不设特权阶级，所有人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做长，分成搜救、后勤、医疗、巡逻4个组。李耀，你带队负责外出搜寻物资和探路，务必注意安全。明白，保证完成任务。田蕊，你心思细，负责儿童的营养食品分配和所有人员的物资登记。林医生，你带人建立规范的医疗区，全权负责基地的卫生防疫。苏队放心，每一口粮我都会记清楚，绝不浪费。有了这些防疫物资，交叉感染的风险就能降到最低了。基地的纪律只有一条，各司其职，互相保护。这里不需要跪拜，也不搞个人崇拜，我们是一个团队，谁违反规矩，谁就离开。听明白了吗？明白。晴晴啊，自从你收咱们的菜，大家的日子都有盼头了。以前是我们看走眼了。大家种得好，咱们以后长期合作，一起把日子过好。老大，看清楚了，那个营地竟然搭起了新帐篷，还有人在分发干净的食物和水。在这片废土上，肥羊就是用来宰的。通知兄弟们准备干活。孙叔，这是您家那2亩红薯的尾款，您点点数。哎呦，晴晴啊，之前是叔眼皮子浅，真没想到你这丫头能把咱们村滞销的红薯全卖出去，还卖了个这么公道的好价钱。就是啊，晴晴现在可是咱们村的大功臣，以后我们家地里种什么全听你的。大家伙放心，只要咱们按合同来，保证蔬菜的质量，以后销路绝对不用愁。咱们一起把咱们村的农产品招牌打出去。苏玉，村里第一批红薯顺利结款了，乡亲们现在干劲十足，对我的态度也大海关。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情况不太妙，基地外围出现了一批陌生人，应该是附近的掠夺者。他们没有立刻开枪进攻，而是鬼鬼祟祟的在周围试探。掠夺者？他们想干什么？估计是看我们这段时间有饭吃，盯上咱们的食物了。我们不想一上来就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现在打算以防御为主。我明白了，防守为主。我马上去采购一批大功率探照灯、扩音喇叭、防爆绳网和警报器给你传过去，先把他们逼退。里面的人听着，乖乖交出一半的食物和干净水，我们就走，不然等我们冲进去，连锅都给你们端了。开灯，拉警报。这什么东西？太亮了！最后警告一次，立刻退后，否则后果自负。太亮了！最后警告一次，立刻退后，否则后果自负。见鬼了！他们哪来这么多专业的防御设备？撤户，快撤！老大，那个擎天基地里邪门得很，他们不仅不缺吃的，连探照灯、大喇叭和警报器这种耗电的设备都能随便用，防御的跟铁桶一样，咱们根本靠近不了。设备齐全，这说明他们背后有极其稳定的物资和能源来源。在这片废土上，有稳定的粮食是最肥的羊。去，把附近几个街区的兄弟都叫上，集结人手。这么大一块肥肉，我吃定了。赵老，您找我？
这周末魔都有一个私人的高端鉴定交流会，圈子里不少行家都在，我想邀请你过来一趟，正好帮你引荐几位正规的工艺品渠道商。谢谢赵老，这确实是个好机会。那我需要准备什么特别的东西吗？带一件你手里最有代表性的特殊工艺品就行，咱们重在展示工艺，不用多带。好的，那我挑一件合适的带过去，周末见。女士您好，今天是私人交流会，请出示您的邀请。女士您好，今天是私人交流会，请出示您的邀请函。你好，我是受赵老邀请来的。没问题，夏小姐里面请。赵老已经在2楼的雅座等您了。夏小姐，快过来坐，我来介绍一下，这2位是工艺品收藏界的行家，老李和老张。李老师好，张老师好，初次见面，请多指教。东西带来了吗？拿出来给大家长长眼。就是这个，一件特殊工艺的金属雕花饰品。这金属的质地和雕刻的手法很少见啊，不像市面上的机器量产，倒像是有种特殊的锻造工艺。是的，这件饰品主要是工艺特殊。我目前正在筹备一家正规的工艺品公司，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和各位前辈合作。夏小姐做事踏实，东西来源也干净。等你公司注册好，老头子我第一个给你介绍客户。哟，大家快看看这是谁？这不是我们那位回村里种地的夏晴同学吗？夏晴，你怎么进来的？这里是私人高端会所，出入的都是商界名流和行家，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的。我受邀来谈合作，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谈合作？你一个在什么关系？谈合作？你一个在村里倒腾红薯白菜的个村姑，跑来这种高级鉴定溜谈合作？你懂什么是艺术品吗？别是为了混进来见世面，偷溜进来的吧？人可以回村种地，也可以靠本事赚钱。我是堂堂正正拿邀请函进来的，倒是你们在这里大呼小叫，也不怕丢了你们所谓名流的脸面。你一个土包子还敢教训我？行，你等着，我倒要向主办方问问，他们是怎么把一个村姑放进来的。今天我就当众揭穿你的老底，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脸在魔都混。苏玉，高营养鲜奶和防御装备到了，让大家先补充体力，稳住防线。李奥，分发物资。这牛奶太及时了，兄弟们有劲儿了！这盾牌材质真结实，安全感拉满，全体都有，结成防御盾，开启强光和声波干扰，放牵引网。苏队威武！晴姐送来的防御装备太好用，大家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个刚回村种地的村姑，他身上戴的这项链肯定是地摊上买的假货，跑来这里装什么内行？佳佳，别佳佳，别在这大声喧哗。凭什么不说？这种高端的教育会混进一个带假货的村姑，简直是拉低了咱们所有人的档次。这位女士，这里是私人交流会，请注意你的言辞。夏小姐是我邀请来的贵客。赵老，您肯定是被他蒙蔽了，她一个村姑哪有什么真宝贝？这项链肯定是假的。既然你这么笃定是假货，不如请赵老和鉴定师现场检测一下。好，那我们就现场看一看。赵老，这工艺太特殊了，完全不同于市面上任何已知的雕金技法。材质结构也极其罕见，具有极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人可以回村种地，也可以靠本事赚钱。夏小姐，你手里既然有这么好的货源和独家工艺，不如我们合作。你可以成立一家正规的工艺品公司，我这边负责渠道和检测，咱们把这些好东西推向正规市场。谁知道你们的机器是不是出故障了？就算是真的，他一个回村种地的，哪来这么高端的渠道？说不定这东西来路不明呢。这位女士，我们的鉴定设备和专家都是业内顶尖的，你3番5次在这里无理取闹，是对我们主办方和所有来宾的不尊重。保安，请这2位离开，不要打扰我们正常的交流。夏小姐，让你见笑了，这是第一份正规的材质和工艺检测报告，有了这个，你的东西在正规合作上就有了明确的凭证。谢谢赵老，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苏队，这里好像是个实验室，这些设备看着比咱们基地里的那些全多了。确实是好东西，这是旧时代的高精度材料分析仪。夏晴，我们探索了一个旧时代的研究站，找到了一批先进的检测设备资料，还有一些特殊的材料样本。太好了，你把设备资料和样本传过来，我们双方确认一下。这些末世材料或许有很大的现实应用价值，但记住，不管多稀有，都必须先走正规的科研检测流程，确保安全合规后才能考虑后续的合作研发，绝对不能直接拿去卖。明白，安全第一，我会把样本封存好发给你。夏小姐，基于这份检测报告，我代表几个靠谱的工艺品渠道商正式向你提出合作意向。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走正规流程，签订长期的采购与代理合同。赵老，谢谢您的认可。不过，既然要长期合作，我打算把流程做得更规范一些。目前的个体户和现成仓库已经满足不了未来的发展需求了。我决定去魔都注册一家正规的工艺品及新材料科技公司。有魄力，魔都是商业中心，去那里成立公司，对你整合资源、建立规范的供应链大有好处。老头子，我期待在魔都看到你的新公司挂牌。
新公司，新起点，不管是现实的供应链，还是末世的救援网，都要从这里正式开始运转了。苏云，你传手机过来了，是有什么重要资料吗？里面有张照片，想给你看看。他是个孤儿，不知道自己叫什么。我告诉他，这是天上的晴天妈妈送给他的，他很开心，想让你给他起个名字。就叫他小幸运吧，希望他在这残酷的末世能一直幸运平安的长大。以前我总觉得末世只是个交换物资、赚取启动资金的渠道，但现在是只是个交换物资、赚取启动资金的渠道。但现在看着这个孩子，我才真正意识到，那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在拼命的活着。夏晴，我把基地的初步规划图传到手机里了。有了你这批物资打底，我准备在基地专门划出一块安全区域，建立儿童区。好，需要什么儿童防护物资，列个清单给我，我想办法。好。妈，姥姥，阿梅呀，你这大半年没回去了，看着都瘦了。姥姥、小姨、姨父，一路坐车辛苦了。姐，晴晴说她这几天在魔都忙着办正规公司的手续，说好今天来接我们的，怎么没见人影？我给表妹打个电话问问。我爸给你们在附近订了酒店，咱们先过去安顿下来，歇一歇。林震，我妈和我妹一家3口大老远过来，你怎么就只订了1间快捷酒店的标间，连个加床的地方都没有？一间房怎么了？魔都寸土寸金，一晚上好几百呢。他们乡下来的，随便挤一挤，凑合一晚就行了。我马上要见客户开会，别拿这种小事烦我。是个混蛋，姐。烦我。是个混蛋，姐。没事没事，我们挤一挤能睡的，别因为我们来看病，弄得你们夫妻俩吵架。挤一挤，大老远带姥姥来看病，怎么能住这种连转身都困难的地方？走，退房。我们换一家干净宽敞的商务酒店。晴晴，你不是在忙办手续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大姨，这地方环境太差了，通风也不好。姥姥本来就是来看病的，这儿怎么行？得换个地方。你好，这间房我们不住了，麻烦办理一下退房。订都订了，按我们店里的规矩，临时退房是不退全款的。根据平台的退改规则，我们在入住半小时内且未动用房间任何设施的情况下，有权申请全额无损退款。如果您这边操作不了，我可以立刻联系平台客服介入处理，调取监控核实。行，我这就在系统里给你们点退款。大姨妈，我在附近订了一家干净宽敞的商务酒店，订了个家庭套房和1间标间，咱们一家人住得舒服点，去医院也方便。小孩子抢点吃的不懂事，您别跟孩子一般见识。他抢东西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看着，这也是不懂事。基地刚立了规矩，老弱妇幼的物资专人专分，严禁抢夺。既然你不管教，基地按规矩办，扣除你个人明天的劳动换粮配额作为给他的补偿。如果再有恃强凌弱的情况，直接清理出和核心营地。是，苏队长，我以后一定严加管教，绝不再犯。小幸运，基地的规矩会保护你，但你自己也要勇敢。以后有人抢你东西，立刻大声呼救找巡逻队，不能任人欺负。我记住了，苏叔叔。这酒店看着可不便宜，刚才退房你眼睛都不眨一下。大姨知道你孝顺，可你回村才多久，哪来这么多钱订这么好的房间？可别去碰那些网贷什么的啊。是啊，晴晴，你之前说做农产品真能赚这么多吗？大姨妈，你们放心，我没碰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的钱都赚得干干净净。看来是时候把成立正规供应链和应急物资公司的事情好好向家里人解释清楚了，免得他们总是提心吊胆。大姨爸妈，这次接你们来魔都，除了给姥姥看病，还有件正事。我打算在魔都正式注册成立晴天供应链公司。供应链？晴晴，你这生意越做越大了，妈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妈，您放心，咱们公司主营就是农产品中转、助农电商，还有应急物资储备，每一笔交易都走正规合同，绝对合法合规。爸，以后咱们村的菜地就是公司的第一批合作农户基地，您和妈就是公司的合作农户。好，这事儿爸能干好，一定给你把好蔬菜的质量关。大姨，魔都这边的城市端收货、仓储调度，我想交给您来负责。您在魔都待了这么多年，做事又细致，交给你我最放心。交给我，行，只要是干正经买卖，大姨绝对给你盯得死死的，绝不让别人糊弄你。夏小姐，你要成立供应链公司，光有干劲儿不行。财务和夏小姐，你要成立供应链公司，光有干劲儿不行。财务和税务必须清清楚楚。我给你介绍了一位资深的财务顾问老刘。夏总您好，我看了您的业务板块，农产品和应急物资这块，我们可以建立严格的采购审批和仓储乔账，确保每一笔物资流向都有据可查。太好了，刘总，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所有资金流水和采购合同必须合法合规，经得起任何审计。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你之前送检的那些特殊工艺品，我也帮你联系了几家正规的机构，后续走合法代理和寄售流程。谢谢赵老，有了您和刘总的把关，晴天供应链的底子就算彻底打稳了。物资仓的账目每天都要核对，这是基地的命脉。苏队放心，每一笔消耗我都记在账上了，绝对不会乱。儿童区那边也安顿好了。小幸运恢复的不错。是啊，多亏了夏总送来的营养粉和干净水，这孩子的烧退了，现在精神好多了。有了规矩和后勤，咱们基地才算真正在这废土上扎下根。大家都麻利点，把这些旧棉被和防寒服打包好。大家都麻利点，把这些旧棉被和防寒服打包好。天快黑了，咱们得赶紧回基地。耀哥，有了这些，基地过冬就不愁了。哟，收获不错嘛！晴天基地的外出队是吧？你们想干什么？结阵！干什么？你们基地吃香的喝辣的，兄弟们眼馋啊！把物资放下，跟我走一趟吧。苏队，我们在10公里外的废墟街道被掠夺包围了，他们人多，兄弟困在了一栋废弃2层小楼里，坚持住，利用地形掩体防守。我马上带人过去。夏晴，李耀的外出队被截获了，我们需要救援装备。需要什么武器？对方人数不少，想要抢食物，我不要枪械，这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火拼。我们需要防具和能制造混乱的工具。没问题，枪械现实里也弄不到，我给你提供最高规格的防护头盔、便携式强光探照灯、急救包和高强度工程绳索，马上送过去，一定要把人安全带回来。收到。里面的人听着，交出你们背着的保暖物资和食物，放你们一条生路，不然等我们冲进去，让你们吃；放你们一条生路，不然等我们冲进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休想！兄弟们，守住阵地。架设强光灯，准备抛工程绳索，利用地形落差把他们逼退。我的眼睛，什么东西这么晃眼？放绳索！是苏队来救我们了，兄弟们，带上晴姐送来的防护头盔，冲出去！他们有强光设备，快撤！快撤！李耀，拿急救包先处理受伤兄弟的伤口，把这几个俘虏缴械，带回基地审查，姓名、原来属于哪个营地，老实交代。我们基地有规矩，不搞私刑，只按规矩办事。别杀我们，我们也是饿得没办法了才来抢的。继续审，只要你们配合询问，说明真实情况，基地不仅优待俘虏，还可以让你们通过劳动换取口粮。说吧，你们是受谁指使的？我说，我们只是外围的散兵游虏。安亚市里有个超大型的掠夺者组织，他们早就盯上你们基地的物资了。这次只是派我们来试探，如果他们大部队出动，你们绝对挡不住的。夏晴，听到了吗？他们说了，安亚市还有一支大型掠夺者组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被盯上了，咱们就提前做好全面防御的准备。今天开会，主要讨论一下怎么处理那批被俘虏的掠夺者。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被裹挟的普通人和老弱妇娆。苏队，那些普通人，尤其是孩子，在这废土上太难活了。咱们基地现在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能不能尽量把孩子们救下来？田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咱们基地的安全怎么保证？万一里面混着他们的探子呢？引狼入室的话，大家都会有危险，而且突然增加这么多人，卫生防疫的压力也会非常大。李耀和林医生的担心有道理，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他们放进核心营地。我决定在基地外围建立一个独立的审查区，对所有人际进行隔离观察，同时实行劳动换粮制度。苏玉，我听到了你们的讨论，我完全赞同建立规矩。基地并不是为了打仗存在，而是为了让人活下去。但设立审查区需要完善的管理和监控设备，我们现在防卫人手不够，这是个大问题。这好办，安防和管理物资我来解决。我马上给你传送一批简易监控探头、太阳能照明灯和几部对讲机，再给你们备上一批打印好的物和人员登记表。把监控装在审查区的关键位置，用对讲机保持实时联络。所有进来的人必须按表格详细线报登记，绝不能留安全死角。苏队，这太阳能灯一亮，加上全方位的监控，晚上连只苍蝇飞进来，咱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按这个表格，把他们的身份和专长详细记记入册。听好了，想留在晴天基地，就必须守我们的规矩。从今天起，你们在审查区生活，通过搬运建材、修补围墙等劳动来换取你们的食物配额，干多少活，吃多少饭。谢谢苏队长，只要给口干净水和吃的，我们什么苦力都愿意干。苏队，出大事了！我们的巡逻队在公用频道截获了一段直接冲着我们来的明码广播。巡逻队在公用频道截获了一段直接冲着我们来的明码广播。安亚是大型掠夺者组织。对，之前抓的俘虏没撒谎，他们发出了威胁警告，说我们如果不交出基地的控制权和物资仓库，他们的大部队就会踏平晴天基地。夏晴，真正的硬仗要来了。
安亚市的掠夺者对我们下了最后突碟。夏晴，安亚市的掠夺者大部队随时可能压境，一旦开战，我们可能面临长时间的围城消耗。需要我准备什么？我们需要大量的耐储存食品。光靠之前的压缩干粮不够，得有能在地窖里长期存放的食物，稳定幸存者的军心。明白了，耐储存是吧？我马上在现实这边扩大红薯、土豆和白菜的收购订单，这老三样最扛放，量大的管饱。你让基地的人把地窖腾出来，准备接收。交给你了。乡亲们，都先别急着交货，听我老王说一句，王老不是嫌咱们村的菜品相不好，一直把价格压得极低吗？今天跑这儿来干什么？老李啊，我这是怕你们被骗了。你们还真信夏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拿出那么多钱收全村的菜？你们还真信夏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拿出那么多钱收全村的菜？我可打听清楚了，他那个什么晴天供应链就是个刚注册的空壳公司，现在他的资金链早就断了。你们今天把菜交上去，明天他就跑路，到时候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老王，你别在这血口喷人，我们家晴晴从来不差乡亲们的钱。哼，不差钱，她一个刚毕业的丫头能有多少本钱？乡亲们，别怪我没提醒你们，现在把菜卖给我，虽然价格比他给的低1半，但我老王是当场现结，落袋为安呐。王老板，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眼红我按正常市场价收菜，断了你低价压榨农户的财路，就跑这儿来泼脏水。你少吓唬人！你这空壳公司哪来的钱消化这么多货？各位叔伯婶子，大家不用慌，这是我们公司和各路渠道签订的正规长期采购合同。这是咱们村红薯和白菜的质检报告，全项指标优等。有了这份报告，我们的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还有，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晴天助农。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晴天助农的直播间后台。就在昨晚，咱们村的2万担土豆，半小时内全部售完，资金已经全部打入公司公户。好你个王八皮，原来是想趁机忽悠我们低价卖给你，滚出我们村儿！你，算你狠，咱们走着瞧。下货都慢点儿，注意通风，别把菜捂坏了。苏玉，老三样的采购量我已经翻倍了，但是出问题了。现实那边有麻烦。农产品只是第一步，随着末世基地的需求呈指数级爆炸，我已经没法靠这种小打小闹的临时仓库来掩人耳目了。现在的吞吐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个人的处理能力，我必须马上拿下一座正规的大型仓储中心，建立冷库，走全炮的食品经营许可，建立绝对合规的账册。我们得升级了。师傅，冷库的图纸就按这个标准施工，制冷设备和保温材料必须用最好的，一定要保证食材的绝对新鲜。夏总您放心，咱们是老团队了，绝对按最高标准给您完工。青青啊，完工。青青啊，这么大个仓库，光租金就是个天文数字吧？还要建什么冷筐？咱们以前在村里收菜挺好的，现在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妈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哎，是啊，做大生意风险也大，万一货囤在手里卖不出去，可怎么得了？爸妈，你们过来看，这是咱们公司刚办下来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还有全套的仓储消防备案和营业执照。咱们现在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正规军了。你们再看这个，这是我请财务团队建立的绩销册，每一笔进出货，每一份采购合同，所有的流水和检验报告，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这证件都齐全了。哎呦，只要是合法合规的好买卖，妈这悬着的心就算放下了。账目清楚就好。既然你把前方的路都铺正了，那爸就给你守好这大后方。咱们踏踏实干。苏队，有了这批稳定的耐储存食物，咱们基地这下是彻底稳住了。粮食再多也不能没有规矩。从今天起，基地正式建立严格的物资发放制度。苏队，发粮细则已经定好了，以后所有口粮的分配严格按照外出搜救工分、基地建设劳动量以及老人儿童的基础保障线来定量发放，绝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任人索取。说得对，以后基地怎么分粮，看制度，看账本，不再凭我苏毅的一句话，把规矩立在前面，人心才能真正齐。苏队，出大事了！慌什么？说！刚刚高大上的钱传回来的画面，你看废墟北面这片红区，是大规模感染体群，拉响最高级别防空警报，所有人准备战斗。后勤组听着，立刻组织所有非战斗人员，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全部有序撤离到地下避难层，动作要快，绝不能乱。苏队，红外热头像显示，那股区域感染者群的移动速度比预计的还要快，外围的幸存者已经开始往地下撤了。田咬正在那边带队维持秩序。很好，告诉巡逻队和防卫队，全部进入各自的阻击阵位，把防御盲区盯死，绝不能给感染体任何可乘之机。苏玉，我听到你那边的警报了，出什么事了？这次移动过来的感染者规模有多大？需要我从现实想办法。听到你那边的警报了，出什么事了？这次移动过来的感染者规模有多大？需要我从现实想办法弄点防御武器传过去吗？不用危险武器，那在现实不合规，也会给我们引来更大的麻烦。
这次只是个区域性的感染体群迁徙，但数量不少。我们现在急需加固外墙防线，同时安置撤离的人员。明白了，我马上给你们传送大批防洪沙袋和高强度铁丝网，用来加固防线。另外，医疗区需要的简易医疗帐篷和防护服，以及安置老弱妇痨需要的净水和压缩食品，我全部打包传过去。你们一定要撑住！大家快看，晴姐的支援到了，是高强度铁丝网和防护沙袋。防卫队的，立刻跟我一起把铁丝网拉起来，沙袋全部垒在缺口边。强光灯交叉照射，注意观察外围动向。林医生，带人把简易医疗帐篷全部置在避难层入口，防护服先翻给一线医护和防卫人员。明白，苏队。有了这批干净水、压缩食品和帐篷，地下避难层的卫生防疫绝对没问题。苏队，情况不对，这群迁徙的感染体，他们突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他们绕开了我们刚刚加固的主外墙防线，这是往哪边去了？糟了！主外墙防线，这是往哪边去了？糟了！他们根本不是冲着核心营地来的，他们直奔我们基地的水源地去了。苏醉，水源是基地的命脉，绝不能丢。这批大型井水设备和储水艇，我马上全传过去。万一水库受到污染，咱们营地里也有干净的备用水。传送。收到，设备很及时，我正带人死守后山水库，只要把这群感染猪引开，水源就能保住。李奥，别管物资了，马上带护卫队把孩子们转移到地下防空洞，绝对不能让他们靠近后山半步。苏队放心，小石玉，大家跟紧我，往地下走。后勤组的动作快点，把夏总送来的桶全装满，生火熬水，按人头定量发放，保证大家退下来都有干净的热水喝。大家忍着点，皮外伤没大碍。夏小姐送的急救包物资很全，消过毒就不会感染，很快就能好。别乱开火，节约弹药。盾牌手稳住阵型，用强光灯和声音诱导，把他们往左边的制沟取引。立刻把沟渠出口封死。干得好，水库暂时保住了。干得好，水库暂时保住了。苏队，沟渠里那些只是探路的先锋。我的天，这规模比刚才的感染体群大太多了。真正的硬仗来了，通知全员，立刻调集所有沙袋和预制片，马上死封堵外墙的所有缺口。拉响1级防御警报，所有人立刻进入防守岗位。苏队，这规模，起码有数千只感染兔组成的迁徙潮，咱们的围墙能扛得住吗？扛不住也得扛，这儿是咱们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家，不能退。夏晴，数千规模的感染体迁徙潮正朝基地涌来，我们需要大量的防御建材和能制造声光干扰的设备，不要杀伤性武器，正面硬拼伤亡太大，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开。王老板，把你库房里所有的水泥预制块、厚钢板、沙袋，还有临时围栏，全给我装车送过来。对，钱不是问题，加急送。李经理，马上给我调一批大功率喇叭和户外强光灯，外加一批净水和压缩食品，半小时内必须送到我的商铺。数千只感染体，正面打绝对不行，必须用绝对的物理防御，把他们挡在外面，再用声光诱导把他们带偏。传送。行动！田蕊、林医生，立刻带上净水和压缩食品，组织所有老人和儿童转移到地下避难所，待在下面千万别出声。收到，孩子们已经安全转移下去了。李奥，带人用水泥预制块和钢板把围墙薄弱的缺口全部封死，后面用沙袋死顶住。其他人拿上大功率喇叭和强光灯，架设到基地右侧10公里外的废弃沟渠去。快！把钢板焊死，不能留一点缝隙！成功了，终于把他们引走了。苏队，虽然没正面打，但刚才数千只感染体擦着咱们外墙过去的挤压动静太大了，外墙损毁严重，到处都是裂缝，快撑不住了。苏队，外墙毁了近1/3，重伤5个，轻伤20多个。如果不赶紧修好，随便来几只高阶感染兔，咱们都得完蛋。先救人，外墙的事我来想办法。林医生，伤员情况怎么样？伤口都处理过了，多亏了夏总之前送的急救包，大家的命都保住了。好，李耀，马上组织人手，不管多累，今天天黑前必须把缺口堵上。夏晴，感染体群被引走了，但外墙损毁严重，急需修补材料和工具。收到，马上送达。兄弟们，材料来了，防卫队的跟我上。苏队长，我们虽然不能打仗，但和泥搬砖还有把力气。基地是大家的，我们一起修。我也来帮忙递工具。好，大家注意安全，一起修墙。
赵老、刘总，这次的情况给我敲了个警钟。随便一场灾难，消耗的物资就是个无底屏，小打小闹根本不够看。你居安自危，这很好。我决定了，除了供应链，我们还要立刻注册一家专门的应急物资储备公司。我要合法合规的建立大型战备仓库，不管是特种建材、医疗器械还是防护装备，必须全方位覆盖。夏总放心，相关的手续和资质，我马上带团队去跑，保证走正规流程。老大，那群怪物昨晚把他们的墙给挤塌了，你看他们现在全在外面干活，乱成一锅粥了。真是天助我也！听说里面不仅有吃不完的粮食，还有干净的水源。传我的命令，集结所有兄弟，趁他们虚弱时期要他们命。今晚咱们去把那个破基地拿下来。老大说的没错，白天那群怪物把这儿的墙弄塌了，防守肯定空虚。咱们先摸清他们粮仓的位置，小心点儿，这地方看着邪门，灯火通明的，连个守夜的哨兵都没看到。苏队，安亚市那帮老鼠哨兵都没看到。苏队，安亚市那帮老鼠果然来摸底了，我这就带兄弟们出去把他们做了。别冲动，只是几个探子，我们不主动见血，免得立刻激化矛盾引发火拼，用防卫设备立威，把他们逼退就行。开灯，拉警报！啊！夜警暴露了！好啊，怎么不跑了？带去审查室，我要问几句话。别杀我，各位大哥，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个跑腿的。吃吧，吃完了，咱们好好聊聊。这给我的，你们不打我？我们基地有规矩，不搞严刑那一套。但你要是不老实交代，我们就直接把你扔出去喂外面的感染体。我说，我什么都说，只求你们给条活路。夏晴，刚抓了个安亚市的探子，情况摸清楚了，非常棘手。怎么了？对方人数很多。不仅仅是人多，探子交代，安亚市的掠夺者首领整合了周边几个大势力，手里不仅有大量的枪械，还整合了周边几个大势力，手里不仅有大量的枪械，还有重武器。重武器？对，便携式火箭筒和车载重机枪。他们知道我们外墙受损，正在集结全部兵力。3天，最多3天后，他们就会发动总攻。我们现在的物理防御和防爆装备根本挡不住重火力。老李，之前让你联系的安纺建材厂家有回复了吗？我们要加急订购一批物资。联系好了，夏总。按您的要求，重型公路防撞护栏可以调货。另外，工地上用的高强度工业头盔，还有加厚的防割手套，库存都很充足。好，防撞护帘要最大号的，能挡重型卡车撞击的那种。工业头盔和防割手套先按500人的标准定，今晚必须全部送到仓储中心。明白，这些都是常规的工业安全物资，只要钱到位，晚上就能卸货。夏总，这是您要的救援防护盾，加厚 PC 材质，平时主要用于防灾演练和救援现场防砸，质量绝对杠杠的。不错，结实就行。无人机呢？全是市面上最新款的普通巡检无人机，带红外夜视和大功率扩音喇叭，完全符合民用和大功率扩音喇叭，完全符合民用巡检标准。按照您的要求，没做任何违规改装，不能挂载投掷物，更不能喷洒什么刺激性气体。很好，我要的就是侦查和喊话功能。辛苦了，让兄弟们抓紧卸货。苏玉，应对重火力的物资我都备齐了，现实里弄不到那些杀伤性武器，我给你们准备了重型撞护栏、救援防护盾，还有普通巡检无人机。另外，每人都配发了工业头盔和防割手套。做得好，这就足够了。我们不需要和他们对轰，只要有坚固的物理防御和侦察视野，就能占据主动。我马上全部传过去。这些东西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关键时刻能保命，你们千万小心。苏队，晴姐送来的这些护栏全是实心钢架，比咱们之前的围栏结实多了。要不要立刻拉到外围前哨去挡他们的车？不，对方有火箭筒和车载重机枪，外围前哨无险可守，布置在那边就是活地子。那咱们怎么打？传我的命令，立刻放弃所有外围前哨，所有人带着物资全面撤回核心营地，把防撞护栏全部安装在第2道内墙后面，放出巡检无人机，24小时高空侦察。既然他们有重武器，我们就避其锋芒；先撤出前哨，不跟他们发生正面冲突。所有人带上必要的物资，立刻撤出前哨，动作要快，保持静默。苏队，咱们就这么把前哨让给安亚市那帮孙子了？这可是咱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预警点。前哨无险可守，留在这里只能给对方的重机枪当活靶子。只要人全虚全伪的撤回去，前哨丢了还能再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听苏队的，大家互相掩护，按撤退路线走，快！老大说的没错，他们果然要跑，兄弟们咬住他们！苏队，他们追上来了，车速比咱们的运输车快，马上就要进入他们的射程了，要不要开火反击？不许开火，一旦交火被缠住，他们的大部队马上就会包抄过来，继续全速前进。夏晴，我们在撤回基地的路上被掠夺者的车队咬住了，前方有一个必经的废弃隧道口，
把防撞护栏和强光灯直接砸在隧道口。收到，隧道口是吧？这就给他们送份大礼，传送。我看不见了，前面有路障，快刹车！干得漂亮，全员安全，回基地。老大，他们太邪门了，咱们眼看就要追上了。这堆实心大铁栏杆和强光灯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凭空就砸在咱们面前了。凭空掉下来有意思，我早就觉得奇怪，一个破落营地哪来这么有用不完的崭新物资？看来只要他们遇到危险，就有一条神秘的补接线给他们送命梗子。传令下去，不急着用重火力强攻围墙了，咱们把基地围死。我倒要看看，把他们困成瓮中之鳖，那条神秘的补接线能送出什么好东西？咱们来个围点打援。苏队长，我听说安亚市那帮掠夺长连重武器都有，咱们这刚修好的围墙能顶得住几发炮弹啊？是啊，苏队长。咱们基地好不容易安分几天，人数跟人家也没法比，要不咱们从仓库里分出一半的粮食和水送过去，就当是破财消灾了。说不定出一半的粮食和水送过去，就当是破财消灾了。说不定他们拿了东西就走，大家也能保条命。送物资？赵大爷，您想的太简单了。安岳市那帮人是什么德行，你们不知道，他们就是一群喂不饱的饿狼。今天你给他送半仓粮食，明天他就敢要咱们整个基地和所有人的命，绝对不能妥协。妥协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咱们也得想想核心区那些孩子。如果真的在基地正面开火，重武器不长眼，小星云他们好不容易才缓过劲儿来，我实在担心孩子们出事。蕊姐，我也心疼孩子，可真把粮食交了，过几天大伙一样得挨饿。都少说两句，乡亲们害怕很正常，没人想丢命。但李耀说的对，掠夺者不能靠一点粮食打发走。那咱们怎么办，苏队？直接跟他们硬碰硬？对方有重火力，正面硬拼伤亡太大，我们需要时间。我决定先派个代表出去，假装跟他们谈判，表现出愿意和谈的意图，先把时间拖住。夏晴，先把时间拖住。夏晴，基地内部现在压力很大，不少幸存者主张交物资求和。我准备采取谈判的办法，先拖延时间。同时让李耀带人连夜去清理后山废弃的地下官网，打通一条秘密撤离通道。我赞成你这个想法，别因为大家慌乱就有负担。基地确实不是为了打仗存在，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活下去。如果基地实在守不住，咱们就撤，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明白。有你这句话，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后勤有我，撤离通道那头需要什么应急食品和保暖物资，我随时传过去，你们放手去做。苏队，不对劲啊！老张去他们营地谈条件，按理说2个小时该回话了，咱们塞给他的便携对讲机也彻底断了信号。老张可能出事了。晴天基地的苏队长，别在这跟老子玩拖延时间的马戏了。你派来的这个老头嘴皮子确实挺利索，可惜我们老大不吃这一套。识相的，明天中午不吃这一套。识相的，明天中午之前打开大门，全员投降，把仓库交出来，否则老子就用炮弹把你们这破营地彻底扬了。混蛋！这帮不讲规矩的畜生，竟然把老张给扣了！通知下去，别关大门了，让地道组加派人手，全路挖掘后山的撤离通道，做好最坏的准备。苏队，打听清楚了，老张被关在他们营地中间的废弃汽修厂里，外围全是巡逻的，强攻肯定会出大伤亡。我不打算强攻，人必须要救，但不能拿兄弟们的命硬换。夏晴，我需要几样工具来制造点混乱，把人偷偷捞出来。随时待命，需要什么？大功率的便携备用电源、高强度工程绳索，还有医疗急救包。老张肯定受了刑，得防止他行动不便。没问题，备用电源我给你挑了带短路脉冲功能的，急救包和绳索上到位，所以注意安全，救到人就撤，千万别恋战。准备放烟雾。断电！哪个回事？是不是晴天基地的人打过来了？快去保护武器库！张，撑住，我带你回家。苏队长，你们真不该来啊！他们有重家伙。别说话了，老张，有苏队在，阎王爷也留不住你。把这止血绷带缠上，赶紧的。老大，
了！出事了！刚才的警报和断电都是别人搞的鬼，连个鬼影都没看到。但是2楼那个谈判的老头不见了！一群废物，养你们干什么吃的？让人在眼皮子底下把人质捞走，还被当猴耍！苏玉，你敢耍阴招是吧？老子不跟你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把武器都给我架到车上去！明天一早发动总攻！老子要用重火力踏平晴天基地，一个活口都不留！夏晴，掠夺者的大部队开始行动了。侦察无人机传回的画面显示，他们虽然人多，但并没有之前吹嘘的大规模重武器和炸药，主要是10几辆改装过的破旧越野车，外加一些主老式冷兵器。只要没有重火力降维打击，咱们就能耗死他们。打算怎么打？以防守为主，不跟他们硬碰硬，只要挡住他们的第一波再举冲撞，打乱他们的阵型，他们耗不起。好，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应对冲撞，我马上给你传送一批最高规格的重型路障、加厚防护板，还有几套工地用的大功率照明设备。咱们给他们搭个铁网吧，让他们连大门都摸不到。给我撞开大门，杀进去！粮食和水都是我们的！苏队，他们进入冲刺范围了。起路障，开灯。来了。起路障，开灯。看不清了，有路障，快躲开！苏队，这防护板太好使了，他们根本咬不动咱们。他妈的，情报不是说他们外墙塌了吗？哪来这么多钢板和路障？干什么呢？站住！别动手！我是安亚市营子里逃出来的，我不想跟着那个疯子老大送死了。你想投诚？我们基地不养闲人，你拿什么证明你的价值？我有情报，我知道距离这儿100公里外有一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秘密实验室，那里有完整的科研设备和没被破坏的恒温种子库。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马上把路线图画给你们。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马上把路线图画给你们。夏总，咱们上个月的财报出来了，不仅把租仓库、建卤矿的重成资产成本全复平了，净利润还翻了2番。咱们公司现在是真正实现盈利了。哎呦，真是太好了！晴晴，这下咱们家可真算得上是大老板了。你大姨昨天还念叨着要不要去市里买套大平层显摆显摆呢。妈，暴发户才天天想着显摆炫富，咱们既然做大做强了，格局就得打开。老刘，这笔利润先不分红，以晴天供应链的名义，全部投入到周边的几个贫困县去签保底收购合同。我们要公开助农，帮老乡们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只有把助农的口碑和根基彻底打牢，咱们的底盘才稳得住。夏总好格局，我这就去办。苏队长，我绝对没撒谎。往北30公里，那片废弃旧陶瓷厂地下藏着一个旧时代的农业科技实验室，听说里面完整的无土栽培设备和恒温种子库，安亚市那帮人早就盯上那儿了。苏队，旧时代实验室啊，要是能把那些无土栽培的设备弄回来，咱们基地以后冬天也不愁没新鲜菜吃了。咱们赶紧点齐人马，赶在安亚市那帮孙子前面，把陶瓷厂给占下来吧！不行，不能立刻打。为什么？30公里外已经是深度废墟区，情况不明。陶瓷厂这么大一块肥肉，安亚市的人为什么一直没吞下去？里面肯定有诈。李奥，你先派一支3人侦察小队，摸过去看看情况，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夏晴，如果真的能拿下那个实验室，基地的自给自足能力就能实现质的富裕。我已经派人去外围侦查了。苏毅，你先别激动，听我说。科技设备确实诱人，但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活下去，是基地的安全，千万不要为了几台破机器去拿兄弟们命冒险。知道，我现在不会拿人命去填坑了。侦察队只是去摸个底，一旦发现风险不可控，我会立刻下令放弃这个计划。记住，你们缺什么物资，我在这边想办法给你们搞。只要人还在，就比什么都强。队长，你看看热成像仪，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不是什么肥肉，难怪安亚市的人不敢动。这陶瓷厂里面简直是个感染出老巢，异常密集，起码藏了几万只高阶怪物。苏队，陶瓷厂地下全都是感染体，大部队如果直接压过去，绝对会惊动狮群，到时候咱们有去无回。这么多怪物，苏队，要不咱们算了吧？这地方有点邪门。不能算。
陶瓷色净水技术和农业资料，关乎咱们基地以后几千口人的生存，这比任何金山银山都重要。这块硬骨头必须啃下来。大部队目标太大，我不带大部队去。你去防卫队里挑4个身手最敏捷、脑子最活放的兄弟，咱们组个5人精锐小队，悄悄前进去。明白，我这就去挑人。夏晴，我挑好人手了，准备探一探陶瓷厂的地下。那里面全是感染体，你需要什么支援？先说好，大杀伤性的武器我这里可弄不到。不用，在那种密闭的地下空间开火，只会把所有的怪物招过来。我需要几套最高级别的工业防护服，以防地下有毒气。好，我立刻调给你。另外，还要便携式的空气检测设备，以及穿透力强的矿井探照灯。我们是去偷技术的，不是去打仗的。明白了，防护服和检测员仓库里就有现成的，你们一定要小心，我马上给你传过去。都把防护穿严实了，探照灯固定在肩膀上。再重复一遍，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净水技术和农业资料，不是去寻宝，更不是去杀怪的。进了地下，所有人必须保持绝对静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擅自动用武器。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出发。苏队，氧气含量正常，没有检测到有毒气体。苏队，这不是农业实验室吗？怎么门上画着生化病毒的标志？大家都提高警惕。这不是农业实验室吗？怎么门上画着生化病毒的标志？大家都提高警惕，这里面藏着的恐怕不只是几颗种子那么简单。队长，不好了！那群掠夺者趁你们出去的时候，现在正集体攻击我们的外围，还破坏了下水道。先带着伤员、老人、小孩撤退，我们现在回去。夏晴，掠夺者趁我们不在，提前夜袭了我们的外围前哨，他们破坏了雨水管道，还放火烧了临时仓库。什么？火势大吗？人员怎么样？风太大，火势蔓延得很快。最糟的是，他们趁乱抢走了我们几个伤员。对方人多，我们现在被火势堵着，冲不过去。别慌，对付偷袭和火灾，我有办法。我马上给你传一批大号灭火毯、大功率抽水泵，还有加厚防护板。另外，我再调几台带高音喇叭的普通巡检无人机和高亮度工地1明灯过去，帮你扰乱他们的视线。好，拿到物资我就带队去把人抢回来。传送！烧！给我狠狠的烧！把这几个伤员捆结实了带走！给我狠狠的烧！把这几个伤员捆结实了带走，回去当肉盾！我看他们晴天工地今天救火还是救人？苏队，火太大了，水管又被砸了，咱们根本过不去啊！物资到了，李耀，你带人接上水泵抽地上的积水灭火，其他人把灭火毯披上。防卫队举起防护板，跟我冲过去救人！这是哪来的情况？李耀，把人抢回来，掩护后撤。老大，他们把火灭了，这帮人的盾牌太硬了，咱们的人根本冲不散他们，伤员也被抢回去了。气死我了！这破营地哪来这么多好设备？老大，别在这儿跟他们死磕了，咱们今晚趁乱摸进去的任务没完成，别忘了首领交代过，一定要找到那把地下实验室的钥匙，再拖下去，咱们全得折在这儿。算你们命大，撤！赶紧撤退！地下实验室的钥匙，他们知道实验室的钥匙，他们知道我们去过了。看来陶瓷厂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双界帝国，光靠在幕后送快递可不够。上次穿越不到3分钟就被弹回来了，这次吸收了这么多金珠，看看我到底能撑多久。这是哪儿？怎么这么破？原来这里从来都不是什么远程通关游戏，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个人都在拼了命的活下去。别动，我来帮你。你怎么亲自过来了？这地方太危险。来看看我的头号大将，伤成这样，为什么通讯的时候不告诉我？跟掠夺者交手时留下的皮外伤，不碍事，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漂亮姐姐，你是苏队长说的那个一直在天上保佑我们的神仙吗？我不是神仙，但我保证，一定会让你们吃饱穿暖。请。夏小姐，这是苏队让我们专门为您整理出来的。
这就是你们用命换来的金壶，里面的能量波动好强。不仅是金盒，还有很多旧时代的特殊合金与绝缘材料。苏队说了，咱们不能总是单方面拿您的物资，这些都是基地所有人一点一滴攒下来，回馈给您的启动资金。有了这些特殊材料和金盒，咱们双界帝国的计划就能彻底踩下油门了。夏小姐，这些工业金属都是兄弟们从废弃军工厂和深层废墟里刨出来的，重量只有钢铁的1/3，硬度却高得可怕。还有那些硬盘，都是从一些绝密研究所的废墟里挖出来的。可惜我们现在的条件根本没法破译，太惊人了！这些东西如果放在现实世界，绝对是能颠覆整个材料学和科技领域的无价之宝。苏玉，这些东西太烫手了，随便拿出去黑市交易，绝对会引来杀身之祸。那你打算怎么办？回去之后，我要以晴天公司的名义，立刻筹建一家最高规格的私人科研实验室。我要重金聘请最专业的材料学团队，给这些废土金属和金盒做绝对合规的成分检测。等把核心数据摸透了，再去申请专利。我们要走合法正规的路线，把这些末世科技一点点转化为现实的底牌。夏晴，建立实验室是对的，但你千万要小心，这些废土上遗留下来的科技和变异物质蕴含的力量超乎想象，这些东西能救人，也可能害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现实里，你千万别急着变现，一切以你自身的安全为绝对前提，明白吗？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在没有绝对的实力自保前，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在没有绝对的实力自保前，我不会随便亮出这些底牌。苏队，晴姐，蒙对了，这块硬盘的供电模块还没彻底还死，密码墙被我用穷举法绕过去了。这地形怎么这么眼熟？苏队，你看这行字 ，S 级地下生物实验区全景地图。张总，咱们把话说在前面，我全资投资这部剧，第一是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小说，我想保证改编的质量不被乱改。第二，我是个商人，我需要这部剧的植入广告来打响咱们晴天助农和农产品的招牌。夏总您放心，商业植入我们绝对给您留最好的位置。那选角这块儿，您看是不是直接定下林暖小姐演女2号？规矩就是规矩，小暖既然想吃演员这碗饭，就得靠她自己的真本事。我只要你给她一个绝对公平的试镜机会，不管是谁递的条子，都不准挤掉她。只要她演技过关，角色就是她的。如果演得烂，那就趁早淘汰，咱们这不走后门。姐姐演得烂，那就趁早淘汰，咱们这不走后门。姐姐，这宫里的规矩难道就大得过人心吗？我不争不抢，为何你们还要赶尽杀绝？好，情绪太到位了，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简直就是剧本里的女2号活过来了。夏总，林小姐这基本功确实扎实，这女2号实至名归，绝对没人敢说闲话。小暖表现得不错，记住，你能拿到这个角色，靠的是你自己。以后在剧组好好拍戏。谢谢晴晴姐，我一定会努力的。导演，这剧情里最重要的道具天外机关盒，镜头要给大特写的。咱们现在用塑料和石膏翻模做出来的这些，质感太差了，一眼假。这确实不行，观众一看就出戏了。去市场上租真古董，又怕弄坏赔不起，这可怎么办？质感真实的特殊金属，如果拿地下库里那些废土工业金属过来，不管是硬度还是那种奇异的金属过来，不管是硬度还是那种奇异的光泽，绝对能秒杀市面上所有的道具。不行，不能冲动，剧组人多眼杂，那种超越现代认知的材料一旦曝光，根本没法解释来源，只会惹来大麻烦。实打实的古董确实不方便拿出来用，没必要冒这个险。我这里有几张特殊工艺品的结构图纸，细节很独特，你找圈子里最好的手工翻模师傅，用普通合金材料做1:1的高级仿制品。这造型太有厚重感了，只要预算够，做出来的仿制品绝对惊艳全场。预算不设上限，记住，我要的是以假乱真的仿制品，不用真材实料，但工艺必须做到极致。哭什么哭？我这是在教你演戏，你一个没背景的新人，能给我搭戏是你祖上积德，这巴掌是让你长长记性。王老师，剧本里根本没有扇巴掌的戏份，您刚才走戏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动手？我说加戏就加戏，我是女1号还是你是女1号？你敢顶嘴？
王老师消消气，小林毕竟还是个新人，经验不足。没按剧本走，故意借戏打人，这就是你们剧组的规矩。你谁啊你？剧组种地也是，闲杂人等能随便进的？场务呢？把他赶出去！夏总，您怎么亲自来探班了？小李，去监控室，把刚才走戏的现场机位素材和化妆间的监控视频全部给我拷一份原件。哼，拷贝视频怎么了？我可是星空娱乐力捧的艺人，你就算拿到视频，能把我怎么样？导演，按照剧组的规章制度，演员无故霸凌同组人员，严重扰乱拍摄秩序，该怎么处理？按制度，可以直接开除出组，并要求赔偿剧组损失。好，之后为什么突然动手？我说加戏就加戏，我是女一号还是你是女一号？你敢顶嘴？王老师消消气，小林毕竟还是个新人，经验不足。没按剧本走，故意借戏打人，这就是你们剧组的规矩。你谁啊你？剧组种地也是，闲杂人等能随便进的？场务呢？把他赶出去！夏总，您怎么亲自来探班了？小李，去监控室，把刚才走戏的现场机位素材和化妆间的监控视频全部给我拷一份原件。哼，拷贝视频怎么了？我可是星空娱乐力捧的艺人，你就算拿到视频，能把我怎么样？导演，按照剧组的规章制度，演员无故霸凌同组人员，严重扰乱拍摄秩序，该怎么处理？按制度，可以直接开除出组，并要求赔偿剧组损失。好，障碍扫清了，但女一号的位置不是白给的，剧组会重新安排试镜，你去好好准备，拿真正的实力把这个角色稳稳拿下。晴晴姐放心，我一定好好钻研剧本，用演技说话，绝不给你丢脸。苏队，外围清理干净了。多亏找着这个暗道，要是走正门，非得惊动大批士群不可。保持警戒。门锈死了，咱们用工具敲，大家都当心点，别弄出大动静。苏队，这地方看着不像什么微生化实验室啊，倒像个废弃的室内农场。这就对了，这是旧时代设立的应急农业与水源科研站，这里保存着末世前最核心的净水技术、土壤修复数据，还有废土作物的抗辐射种子档案。有了这些资料，咱们基地几千口人就真正有救了。通电了，系统居然还能运转！备用电源启动成功。警告：当前备电量不足，无法解密核心土壤修复与净水数据，请立即恢复主能源供电。为防止资料外泄，系统将于30分钟后启动物理自毁程序。糟了，电力不够，触发了防泄密保护机制。30分钟，这荒漠野岭的废墟，咱们上哪儿去弄主电源？马上联系夏晴，我们现在急需大功率发电设备。夏晴，我们找到了旧时代的农业和水源科研站，但备用电源快耗尽了。如果30分钟内不能恢复主供电，核心资料就会触发物理自毁。你们那个废弃陶瓷厂的电网肯定瘫痪了。用常规柴油发电机动静太大，容易把外面的感染储全招来。不需要点亮整个厂区，只要能稳住主控台的整个厂区，只要能稳住主控台的服务器集群就行。大容量的电变池组和面变器就能顶上。明白了。我仓库里刚好有一批冷库域备用的重型工业电池组，外加几套便携式太阳能板和工具箱，我马上全给你们传过去。先用电池传送。物资到了，晴姐这速度真是救了命了！兄弟们，抄家伙干活！李耀，把念棉器接到主控台的总闸接口上，其他人把电池组串联起来，注意看清正负极，千万别接反了。苏队放心，这玩意儿跟咱们基地修太阳能棱灯的原理差不多，难不倒我。接通了，通电。主能源阵列已连接，物理自毁程序已取消，核心数据开始解密。我的亲娘呀！这要是再晚几分钟，咱们就白跑一趟了。辛苦了，资料保住了。高效井水与空气过滤系统，苏队，绝了！这旧时代的高效净水系统，
太神了！过滤出来的水不仅没毒，连点土腥味都没有。不只是净水设备，那份资料里还有完整的土壤修复和废土作物培育指南。通知天蕊，准备在后山开辟温室，咱们马上就能出干净的粮食了，水源危机彻底解除。老刘，之前的供应链和农产品生意只是打地基。夏总，您的意思是咱们又要跨界了？我要成立一家全新的科技公司，名字就叫晴天应急科技。咱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概念，主攻最实用的下沉市场，目标3个方向：乡村直饮水净化工程、极端灾害下的应急救援设备，还有最核心的农产品长期保鲜技术。这些要是做成了，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大赛道。夏总好气魄，只要技术过硬，咱们就算是在实体科技圈彻底立足了。我马上就去办注册手续。苏队，这资料底下还有个隐藏文件，上面提到了一个坐标，名字叫国家级医学研究中心。夏晴，科研站的深层资料里牵扯出了一个国家级医学研究中心的线索，那里极有可能存放着抗击变异病毒的核心数据和研究资料。医学研究中心这种国家级的绝密机构，里面的安保系统和变异体绝对比陶瓷厂恐怖100倍。以你们现在的装备和人手，千万不能头脑发热去硬闯。我知道，去摸那种级别的地方纯粹是送死。我决定暂时把这个坐标封存，不会立刻就去抢。这就对了，别急功近利，咱们稳扎稳打。末世那边，你先利用净水和土壤修复技术，把咱们的晴天基地建造成真正的铁桶江山。现实这边，我也抓紧把应急科技公司搞起来，尽快给你们提供更高级的后勤装备和技术支持。一言为定，等我们兵强马壮那天再去探一探这个医学中心。苏玉，你决定不跟人开战是对的。这些医学和防疫的资料，这个医学中心。苏玉，你决定不跟人开战是对的。这些医学和防疫的资料跟普通的工艺业技术不一样。现实世界对医药和公共卫生的监管严格到了极点，这些涉及传染病和营养修复的数据，现实世界要走正规科研合作，必须通过咱们的实验室进行合规的转化和临床研究，绝对不能拿来直接卖。要是没有合规的背景和合法的手续，随便拿出个药方来都是违法的，反而会给咱们惹来一身麻烦。放心吧，轻重缓急我分得清，我这边会先安排最信任的精锐小队。等摸清路线后，只进去拷贝核心的消毒和防疫数据，先用来优化咱们基地内部的卫生环境。稳扎稳打，只要现实这边的晴天定级科技把实验室搭建好，有了正规的研发外壳，咱们就能把这些防疫和营养修复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底牌。夏总，咱们晴天应急科技第一批试点的乡村直用水净化项目已经正式完工了，乡亲们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喝上符合国家标准、完全放心的干净水。而且咱们这次是纯粹的公开助农，不收村民1分钱的设备费。周边的几个县对咱们大加赞赏，各大媒体都在村民1分钱的设备费。周边的几个县对咱们大加赞赏，各大媒体都在主动帮咱们宣传报道呢。咱们公司的社会口碑和知名度，这下子算是彻底打响了。口碑打响了是好事，一定要让团队死死盯紧，每一步都要做到绝对的合规，不能留下任何隐患。咱们的公司开始盈利了，但记住，不炫富，不张扬，把所有的利润继续投入到技术研发和后续的应急救援设备上。根基扎得越稳，咱们才越有底气。主管，这是技术部连夜做出来的评估，这个新成立的晴天应急科技，他们在乡村推广的那套直饮水净化设备，核心的过滤指标和能耗数据，居然比我们实验室研发了3年的最新款还要好，而且他们的制造成本低了近40%。成本低了40%，这怎么可能？他们一个刚成立的民营小公司，上哪弄来这么成熟且降层的应急净水技术？我们手里的几个地方的大型水处理项目，已经因为他们公开助农的动静受到影响了。这个项目和他们手里的技术，绝对是个巨大的蛋糕。去查一下这个夏晴的底细，摸清他们新公司的资金来源。半个月内，不管是用技术专利施压，还是走资本收购，这个净水设备项目，我们集团要定了。这个净水设备项目，我们集团要定了。是。晴姐，您怎么亲自过来了？这废土上到处都是危险，您有什么需要的吩咐我们就行了。这批感染病防治的资料太重要，我得亲自来看看情况。林医生那边怎么样了？设备和药材都用上了，目前已经压制住了重症感染者的病情。跟我来，夏小姐、苏队长，多亏了你们送来的设备和中药材，这次爆发的变异红疹总算被控制住了，没有在基地大面积扩散。压制住就好。不过要想彻底阻断这种新型感染病，光靠现配的药剂还不够，我们需要更核心的病理基础研究和防疫消杀资料。是啊，其实只要能拿到旧时代国家级医学研究中心的防治资料，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听说城区那个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地下有一个隐蔽的黑市数据备份中心，那里极有可能存有那些防疫资料的附件。
既然有线索，那我们就去一趟。我带了最高精度的便携数据提取器，只要能找到主机，短时间内就能搞定。批发市场在城区边缘，情况很复杂，你亲自去太危险了。把提取器交给我和黎耀就行，我们在那边速战速决。苏玉，这是最核心的医疗和防疫数据。现实世界现在医疗和防疫数据，现实世界现在也有很多公共卫生方面的挑战。我建立擎天应急科技，就是为了打造一套两边都合规的救援与研究体系。我不想做什么女王，也不想靠这些东西去敛财。我想让这些资料走到能救人的地方，去真正的解决水源、土壤和疫情的问题。这趟短时行动，我必须亲自去把控数据的完整性。好，我开那辆改装运输车带你去，注意安全。马上就到了，一会儿下车后你跟紧我，无论看到什么，先用检测仪测一下空气质量，千万别摘面罩。放心，我有分寸，绝对不拖后腿。情况不对劲，这里的毒物浓度比之前在基地爆发红指时的感染源高了10几倍。这毒物里的有害物质浓度很高，难怪会引发大面积的变异红疹。样本采集还集得差不多了，动作快点，这里的能见度太低，很容易被包围。有情况，退后。别跟他们硬碰硬，用这个。趁现在撤。这里似乎是批发市场以前的备用仓库，空气过滤系统还在微弱运转，没有毒物侵入。好险，要是被外面那些怪物缠上就麻烦了。夏晴，你看那边，这是下山型的食品加工流水线设备，还有真空包装机。这边全是基础医疗物资，生理盐水、医用纱布，还有成箱的基础抗生素。太好了，虽然没有什么神丹妙药，但这些被封存的食品加工设备和基础医疗物资，正是我们基地现在最缺的。有了这些设备，结合我们之前的净水技术和温室，基地就能实现食品的长期保存和深加工。那些抗生素也能直接送给林医生，解医务室的为眉之急。没错，脚踏实地解决生存问题，比去盲目寻找什么虚无缥缈的特效药靠谱得多。我们把这里清理一下，分批把这些宝贝运回基地。现实世界那边，我也会同步跟进食品保鲜技术的合规测试，两边一起发力。这里居然还有独立供电的区域，而且安保等级很高，净化控制室。一个普通的农奥批发市场，为什么要建这么高规格的净化控制室，而且还能在末世保存得这么完好？看来这片毒物的形成，甚至整个市场的变异，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各位，经过这段时间的筹备，擎天应急科技实验室今天正式成立。夏总，咱们之前说要做医疗和净水领域的研发，是不是要去高薪挖角那些老牌医药公司的团队？不，我们不搞恶意竞争，不去挖空同行，更不玩什么封杀巨头的戏码。咱们要走最稳、最正规的路子。老刘，你去重点对接国内顶尖的高校实验室、权威的合规检测机构，还有官方的公益基金。我们要邀请农业、净水和公共卫生方向的真正专家入驻，把手里的技术转化成合规合法的救援产品，让他们走到真正能救人的地方去。苏队，队伍集结完毕，兄弟们都憋着一股劲儿呢。苏队，队伍集结完毕，兄弟们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发兵杀过去，把那个医学中心的宝贝全给抢回来。纠正一下，收起你们打仗抢地盘的心思，这次绝不是发兵，这是一次绝密的科研护送行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安全带回净化孔室里的净水与防疫资料，不许恋战，不许主动招惹高阶感染体。一旦遇到不可控的危险，首要任务是保全生命撤退，都听清楚了吗？清楚了。夏晴，我们已经进入控制室，正在拷贝防疫和净水数据，全程没有惊动外面的尸潮。干得漂亮！现实这边的农业和净水专家团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只要资料一到位，我们马上就能在合规的实验室里进行成分拆解和逆向研发，绝对不耽误基地那边的进度。辛苦了，有你这边的技术底盘兜底，这片废土很快就能焕发生机。搞定，苏队，核心资料全在这儿了，一点都没漏。哎，等等，苏队，你看这个，刚才系统解密的时候，好像不小心弹出来了一份备忘录文件。这是什么？为了应对不可逆的环境崩坏，保留人类文明最高级别火种，特启动诺亚方舟计划，地下生态循环系统已竣工。夏总，你们擎天科技最近风头很盛啊。不过，你们那套乡村净水设备的底层技术来源很不透明。我们合理怀疑你们的安全指标不达标，如果拿不出权威的检测报告，我们只能向行业协会申请暂停你们所有的项目。王总，你不用拿行业协会来压我，你们无非是觉得我们动了你们的蛋糕，想要看牌是吧？老刘，把咱们的东西拿给他们看看。王总，看清楚了，
这是我们跟国内顶尖核效实验室联合出具的详细检测报告。夏晴啊，你们这套设备的净化效率远超现有水平，而且完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赵老，有了您和高校的背书，我们就打算主动公开一部分专利的合作研发流程，彻底打消外界的质疑。主动公开是对的，不过你得明白，随着你们盘子越做越大，盯着你们的人会越来越多。不能光有技术，你必须尽快建立一个顶级的合规与法务团队，每一个流程都要做到滴水不漏。提醒的对，这件事交给你去办，不惜代价把合规团队搭建起来。苏队，温室那边的作物长势不错，口粮暂时不缺，但是看这天色，今年的冬天恐怕比往年来的更早也更冷。是啊，苏队，风越来越刺骨了。晴姐之前传过来的那些防寒服和棉被，是不是得赶紧发下去了？今天下午就全部分发下去，重点照顾老人和孩子。李耀，你带人去检查一下基地的取暖炉，一定要保证大家能熬过这个冬天。苏队，出大事了！外面的气温突然降20多度，还在往下掉。降温这么快，基地的煤炭和炼油储备还能撑多久？我刚去仓库点过，按现在这个烧法，咱们剩下的燃料连3天都撑不到。我一听，基地里的人得活活冻死。苏队，这天太邪门了，气温掉得太快，外面的积雪都快把门堵死了。物资还没到，先保核心人员。田蕊，苏队，我在。马上把基地里所有的老人和儿童集中到地下核心避难所，把仅剩的几个取暖炉全搬过去，优先保证他们取暖。青少年负责封堵漏风的门窗，互相挤一挤，保持体温。王老板，我要的货备齐了吗？对，加厚棉被、极寒保暖衣，还有高热量的自热食物，全部装车，马上送到我仓库。夏总，被服好说，但您要的那批带刨烟管道的安全炉具数量太大，现在不好找啊。不好找也得想办法，加钱，必须是带安全排风管的安全炉具。另外再给我加急调一批橡胶暖水袋过来，天黑之前必须入库。苏队，晴姐的物资送到了，别愣着，青少年过来搭把手，把棉被、保暖衣和暖水袋先给老人孩子发下去。李耀，你去分发食物，让大家吃口热乎的。大家听好，发放煤炭和炉气取暖的时候，一定要把排烟管通到室外，门窗绝不能完全封死，必须留一条缝通风。谁也不许大意，一旦引发一氧化碳中毒，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苏队长，我们一定注意通风。苏队长，这地基打不下去了，冻土层太厚，机器挖不动。不是冻土，我们地下10几米的地方挖到了别的东西，不知道到底有多大，但外壳的硬度连咱们的钻头都打断了。这地下好像藏着个大家伙。咱们晴天公司未来的定位必须清晰，我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资本运作，咱们就死磕2条线。第一，乡村农产品供应链助农要落到实处；第二，就是应急救援科技。夏总说的对，现在大环境都在讲下沉市场，咱们做实业、做救援设备最为踏实。资金全都往这2条线倾斜，不求做什么只手遮天的商业帝国，只要咱们的技术能在关键时刻救灾救人，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盘棋咱们就走对了。苏玉，既然物资和人都多了，基地的功能区必须重新划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混住在一起。防寒保温的物资统一收归新建的中央仓库，净水设备区要单独隔离出来，派专人看守。另外，寮区必须设解的安静地方，还有解入线空间来，弄个安全的儿童活动区，不能让孩子们天天跟着大人在废墟里单静地方，还有解入线空间来，弄个安全的儿童活动区，不能让孩子们天天跟着大人在废墟里单惊受怕。好，分区管理确实能提高生存效率。老周，按夏总的意思出个详细的规划图。苏队，其他都没问题，但是要建这么多独立区域，后山那块平地必须得拓宽打地基。苏队，老周，后山的地基挖出异常了。怎么回事？之前不是说挖到金属结构了吗？我们今天顺着那个金属边缘往下了清冻土，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金属板，这地下藏着的东西大的没边，结构太复杂了。苏队，你看这儿，这造型，这做工，这不是普通的地下掩体外壳，这是一个重型排气阀门。苏队，晴姐送来的这批物资太及时了，大家伙总算平平安安的熬过了这波寒窗。夏晴，降温扛过去了，但基地不能总靠你单方面猪血，我们得想办法自给自足。我想利用之前扫荡回来的机械设备，在后山建立一个大型的机械化陶瓷与建材厂，让幸存者以工代劳。以工代赈，这个思路是对的，不仅能让基地实现自给自足，生产出来的东西还能形成咱们的产业链闭环。你们先把后山工业园的地基打好，按规划来。苏队，我们仔细排查过了，这绝不是普通的金属板，看着排气系统的结构和工艺，像是旧时代高等级的地下避难设施。排气系统还在运转，说明底下不仅结构完整，甚至可能还有备用能源在供电。苏队，这底下要是真有这么大个避难所，咱们这地基可就没法随便打了，万一破坏了底下的承重结构，容易出大事故。
夏晴，后山地下的金属结构确认了，是个旧时代的地下避难设施，而且内部可能还在运转。苏队，这可是地下堡垒啊，里面说不定保存着很多旧时代的物资，咱们找工具把它撬开看看吧。别乱来，利奥，收起你们寻宝的心思。既然是避难设施，里面可能还困着旧时代的幸存者，也可能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你们先确认里面有没有活人，千万别贸然破坏结构。按夏晴说的办，不能强拆。利奥，去把微型探测器拿来，顺着排气缝隙送进去，先测测里面的空气成分和辐射值去。先测测里面的空气成分和辐射值，标记好具体位置，等专业的勘测设备到了再说。好硬的龟壳，看来底下的人日子过得挺滋润。需要我想办法弄开他吗？不急，既然他们在下面，咱们就在他们头顶上盖房子。建筑师，图纸改一下，就在这排气口正上方，给我建一座龙国古代风格的影视城，外加大型陶瓷厂。在这上面建。夏总，这地基的工程量太大了，而且图纸画好，按期完工，我额外给你10罐高品质婴儿奶粉做报酬。10罐奶粉没问题，我拼了这把老骨头也把图纸给您抠出来，我老婆孩子有救了。好烫，怎么烧成这样？晴天妈妈，小幸运从昨晚半夜就开始发高烧了。林医生，马上过来。苏队长，夏总，血液里没有丧尸病毒感染的迹象，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他的各项体征指标全都在呈指数级飙升，目前情况很不稳定，需要严密隔离观察。没感染病毒为什么会烧得这么厉害？不是生病，他这极有可能是自主进化。自主进化？对，末世绝大多数进化者都是在生死边缘变异的。但极少数体质特殊的普通人，能在极端环境下产生自我觉醒。我当年也是自主进化。苏队，如果是觉醒，过程可能会伴随不可控的能量波动。为了基地安全，要不要立刻把他转移到地下隔离室，作为特殊目标防范起来？不需要，他先是孩子，再是什么能力者？就在别墅里腾出一个安静的房间，准备好降温物资和营养液，我们全力守着他，不能把他当怪物看。明白，我这就去准备。晴天妈妈，地下好吵，有齿轮的声音。地下。苏队，旧设备都在，保存得很完整。有了这些机器，咱们基地需要的净水滤芯和过冬用的保温砖就全有着落了。我去，这什么变异狗，长得也太寒碜了！别跟他们硬碰硬，举盾，用声波驱离器。危机解除，夏晴，滤芯和保温砖的生产设备拿下了，准备接收。老婆，苏队让我带给你的，说是神仙金主特意嘱咐留给你的物资。干净的卫生物品，末世3年了，我以为这辈子都用。干净的卫生物品，末世3年了，我以为这辈子都用不上这些了。苏队说了，只要你把厂子管好，以后咱们每个月都有稳定的补给。老公，你替我转告苏队和金主，我田蕊就算拼了命，也一定把陶瓷厂办好。基地需要的净水滤芯和保温冰，我保证1块都不会少。老板，您可算来了。刘导正在大棚里拍男女主的对手戏呢。剧组的冷饮订了吗？100份冰镇奶茶，马上就送到。走，去看看暖儿的演技磨练的怎么样了。哟，这不是天娱不要的弃楚吗？连个专用的保姆车和助理都没有，还想跟我们嘉哥搭戏？妍姐，条件简陋没关系，我只管演好我的戏。演戏？你以为这是过家家？一会儿的对手戏，你最好识相点，别抢我们嘉哥的风头。否则怎样？你谁啊？敢在剧组撒野！保安呢？等，放手！你算老几？保安呢？等，放手！你算老几啊？哎呦，夏总，您手下留情，瞎了你的眼！这是我们最大的投资方夏晴夏总，足资出品人。管好你的嘴，再敢对我的女主角指手画脚，我就让你们剧组的男主卷铺盖滚蛋！是，夏总，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张楠，
立刻去提一辆100万级保姆车，再配3个顶级助理，全天候跟着领暖，费用走公司账。谢谢你，你是我看上的人，怎么能叫别人给你欺负了去？你只管好好演戏。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呼，这衣服也太难穿了，卡住了。哎呦！夏晴，你怎么了？喘得这么厉害，遇到袭击了？怎么回事？我没进空间啊！怎么回事？我没进空间啊！难道空间升级后声音能直接跨界互通了？你那边什么声音？需要我过去支援吗？别紧张，我没遇险，在现实的实验室里呢。我在试穿一件最高规格的防护服，拉链卡住了，憋得慌。抱歉，我以为你出事了。没事没事，通讯突然连上，找我什么事？基地的功能区已经划分好了，但我们需要大量的特种颜料。我想把道路、安全区还有儿童区都做上醒目的颜色标识，方便管理和应急撤离。明白了，交给我，我马上去采购最高规格的无毒环保颜料。哎，停车！谁让你们出货的？夏总，麻烦了，这是本地的一个不正规的2道贩子，一直想垄断我们厂的货源，低买高卖。美女，懂不懂规矩？这片区的颜料货源我全包了，你想越过我直接从厂里纳货，门都没有。我不跟无赖谈生意。喂，110吗？森宇颜料厂门口有人寻衅滋事，非法限制车辆出行。刘厂长，让你们厂的法务立刻马上过来拍照取证，今天耽误1分钟的违约金全算在他们头上。你报警吓唬谁呢？今天这门你们别想出！刘厂长，站到监控底下。师傅，把车门锁死，警察来之前千万不要下车。看清楚了，白纸黑字的采购合同，对公账户的全款转账记录。这批货在法律上已经归我们擎天科技所有，你们再敢强行阻拦，就是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干什么呢？全都退后，双手抱头。夏女士，情况我们已经核实清楚了，这伙人涉嫌寻衅滋事和非法拦截，我们会依法处理。您的车队现在可以正常通行了。夏总，今天多亏了您冷静应对，要是换了别人，非得跟这群无赖起肢体冲突不可，那理就说不清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法律才是最硬的底牌。刘厂长，以后的合作咱们一定要死守合规流程，只赚干净踏实的钱。大家注意看图纸，这边的安全生活区刷绿色，儿童活动区刷明黄色，主干道和警戒线全部用红色标出来。都刷仔细点儿，这可是夏小姐特意采购的无毒颜料，对身体没害处。苏队，有了这些颜色标识，咱们基地的区域划分越来越清晰了，看着就像个正规的避难城市。规矩立起来了，基地才能长治久安。去通知大家，给大家发自热火锅，庆祝基地基础设施阶段性完工。夏总，颜料已经全部入库，跟莫氏那边的对接也完成了。不过刚才还有几个建材供应商打电话来，说想通过私人渠道给咱们供货，甚至暗示可以给高额回扣。全部拒绝，告诉他们，我们所有的采购一概走公对公的正规招标流程，绝不搞暗箱操作。老刘，今天在颜料厂的事给我敲响了警钟，咱们擎天科技的盘子越做越大，涉及的资金和物资越来越多，盯着咱们这块肉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像今天这种地痞无赖堵门，或者同行暗中使绊子的事儿，以后绝对少不了。公司现在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前那种粗放的管理模式，必须彻底淘汰。李总监、张律师，从今天起，公司所有的采购项目必须建立严格的审批流程，每一笔资金的走向，每一份合同的条款，都要经过法务和财务的双重审核，绝不能留任何法律隐患。夏总放心，标准化的采购合同和合规审批流程我已经拟好了，随时可以落地。老刘，仓储那边是重中之重，以后所有的物资进出必须建立实时更新的电子和纸质双重仓储记录，做到账务绝对相逢。没问题，夏总。新招的库管团队今天已经入职，仓储系统明天就能全面上线。老婆子，你看咱们闺女这公司多正规，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大企业，不是小打小闹。晴晴啊，既然你公司开得这么大，把你堂哥安排进来当个副总吧，自家人用着放心。就是啊，侄女。另外，大伯那个建材厂虽然停产了，但也能给你供应点残次砖头，咱们签个独家供应合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奶奶大伯，我这是正规企业，不是家族作坊，公司有严格的招聘和采购制度。堂哥如果想来，可以给 HR 投简历，通过严格的招聘和采购制度。堂哥如果想来，可以给 HR 投简历，通过面试就能入职。至于建材供应，所有供应商必须具备国家质检资质，并且参与公开竞标。你这丫头怎么六亲不认呢？大伯的厂子哪有什么资质？你直接走个后门不行吗？合同有合同的边界，法律有法律的底线。张律师，
把咱们公司的供应商资质要求给大伯看看，想合作拿硬性指标说话，否则免谈。大家加把劲儿！这边这栋楼是儿童活动区，外墙全部刷成明黄色。把这边的帐篷和道路刷上绿色的指引线，以后这里就是专门的医疗区和隔离区，非医疗人员不要随便占用通道。把后山这个排气阀门周围100米，全部用醒目的红色颜料画上警戒线，通知所有人，这是最高级别的危险区，任何人未经允许，严峻跨过红线半步。小幸运，怎么一个人跑到这边来了？不是说这里是红色危险区吗？苏队长，他在呼吸。谁在呼吸？方舟，他在呼吸。谁在呼吸？方舟，它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有好多好多的心跳声，还有机器转动的声音，他们好像要醒过来了。苏队长，排气阀门下面是这样的，有很多长长的管子，尽头还有一扇好大好大的门。画得很详细，帮了大忙了。林医生，带小心力回安全区，接下来的侦查任务他绝对不能参与。好的，苏队，小经理，咱们走吧。既然地底情况复杂，盲目强攻绝对不行。我马上给你准备专业的深渊探测仪、高强度静音绳索，还有最新的空气检测工具。明白，安全第一，一旦发现不对，立刻撤离。苏队，晴姐送来的装备到了，这空气检测仪还是带夜视功能的，这绳索看着就结实。大家穿戴好防护服，带上绳索和探测仪。记住，这次任务是侦查，不是去打仗，谁也不准擅自开火。遇到危险或者不明装置，第一时间撤退，听清楚没有？第一时间撤退，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苏队，空气指数正常，没有毒气，也没有辐射。放慢脚步，注意警戒。这门连个缝都没有，完全焊死了，咱们怎么进去？警告：检测到未授权人员靠近，自动防御系统已启动。退后！是自动防御系统，不能硬闯，撤退！这防御系统也太智能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苏队，这咱们根本没法进啊！这是脚印，而且看这灰尘被踩踏的痕迹，是刚留下不久的。谐音纹理十分清晰，绝对不是感染体。这说明就在我们下来之前，有人在这里活动过。这地下绝对还有活人。不要慌，结成防御阵型，准备强光灯和噪音诱导器。苏队，他们怎么能这样？我们明明是带着善意来的，他们却想借刀杀人，在末世，信任是最稀缺的东西。他们把自己封闭太久了，把所有外来者都当成了敌人。哼，不管你们是谁，想骗开仿州的大门没那么容易。苏玉，情况怎么样？我听到有很多感染者靠近。方舟里面的人启动了诱导信号，吸引了周围的感染者群。我们在防守，不能和他们硬拼。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合作，不是结仇。用强光和噪音设备把感染兽引开，先撤退。他们拒绝沟通是因为恐惧和贪婪，那我们就换个方式。苏玉，留下那批准备好的新鲜食物和净水。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掠夺者。明白。把我们带来的物资放在门口显眼的地方。我们是晴天基地。我们留下这些物资是我们的一点诚意，在末世合作才能共赢，独占资源只会走向灭亡。